本来我外公也是要让我娘养老的，现在有了正当的理由，外人也不能说什么了。我们两人从桃花村回来时，在路上遇到了赵大花的二叔二婶，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赵大花已退亲。娘，这是怎么回事？这狗娘养的赵家，退了我儿子的婚，连定亲信物都要拿回去了，不归还彩礼就算了，现在还说没有退婚，这是想破坏我儿子的名声啊！这事儿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太气愤，第二天就找了林家，也不会这样。我应该当时就四处宣传一下他们的不仁不义才对。娘，你别生这个气，明天就去外面说。本来他们婚期定在20岁生日之后，但是当时夫君昏迷，决定提前成亲，为夫君添点喜气。但是赵家不同意，认为夫君无法醒来，温家想要骗婚，所以他们来退婚，而爹娘为了赌一口气，才把我娶进门的。孩子，这太委屈你了。哎，没关系的，为了夫君我愿意。娘要是觉得委屈我了，以后加倍对我好喽。不行，这样太便宜他们了。怎么会便宜他们呢？以后我们去桃花村的机会多了，去一次就提醒一次，当时他们是如何的嫌贫爱富、见利忘义。温艳里眼中的宠溺再也藏不住了，拉着他就想走。娘，我明天还要出门一趟，去县城有点事儿。哎，去吧去吧，可以在外面多玩玩，不用着急回家的。活着我比你们厉害，死后也不会比你们差。走，咱们去县城办户籍转移，我相信不久后我们村还会出个秀才的。村长，关于落户之事，我觉得你再考虑一下吧。我不想在以后让人说嘴，以为是我逼你这样做的。赵叔，这话听着有点不对啊。昨天我都同意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考虑啊？昨天赵家人说我女婿没有资格落户桃花村，既然这样，那就不落了。下河村可没有赶他们离开，我呢，也跟着他们一起过去享福。哎，赵叔，别呀，他们赵家不同意，那咱们单开一支就行了，何必要生这个气呢？以后有我们庇护，大海兄弟和秀兰妹妹不会被人欺负。族长，开祠堂吧，把我从族谱上去掉，我要把自己的户籍移出桃花村。你可知道，那样你就是没有根的浮萍，死后都不能入祖坟。那又如何呀？活着我比你们厉害，死后也不会比你们差。活着我不需要你们的庇佑，死了也不需要你们的香火。更何况我现在还是族里唯一的秀才，你们就敢想要谋夺我的家业，欺辱我的子女？赵家族长，赵叔是我们桃花村的秀才，不单单是你赵家的人，他不能离开这个村儿。既然你们如此不待见他，还是开祠堂同意他出族吧。赵叔，你说什么都不能离开桃花村，咱们村不能没有你。如果你不解气，我让人把赵家其他人都赶出桃花村。这个世道上还没有谁可以赶秀才出村的呢。明智叔，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啊？为了一个出嫁的女儿不管自己的族人呢？赵小虎是吧？你过来。明智叔，我就知道你。哎呦！赵明志直接给了他一耳刮子。明智叔，你为什么打我？赵小虎啊，你不是说我自私吗？我到底是怎么自私的呀？说呀。明智叔，秀兰妹妹虽然是你的女儿，但她已经嫁出去，不再是咱们赵家之人，所以你就不能为了她而得罪赵家族人。周围村民除了赵家人都有些不可思议，赵小虎怎么能说出这样没有人情味儿的话呢？你的意思是你家姐妹只要出嫁了，都与赵家没有关系是吧？这话他可不敢说，因为他家就他一个男孩，全靠几个姐姐帮助。如果他说出这样的话的话，他的处境堪忧了。赵小虎这说的什么话？他没有良心吗？他小的时候人家秀兰还帮过他呢，后来人家大海也是经常过来帮他呀，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丧良心的话？对呀，赵小虎的话要是传了出去，让别人怎么看待咱们桃花村的人啊？
不让管出嫁的女儿，那女儿在别人家还不得被欺负死啊？哎呀，小虎的话要是传出去，谁还敢嫁到赵家？不让娘家人管，那与没有娘家又有什么区别？赵明志不管别人怎么说，冲着大家行了一个礼，众人纷纷躲避。他们谁敢受一个秀才公的礼呀？不要命了吗？人家秀才可是连县太爷都不用跪的。各位乡亲父老，我赵明志虽然一生蹉跎，但我好歹是个秀才，也知道应该爱护自己的子女。刚才赵家族人的话我是不能认同的，所以我赵明志决定自请出族，从此以后不再是赵家族人。赵明志说完，扭头进入屋内，片刻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还未干透的出族书。赵族长，你签字吧。我若是不签呢？不签字那也没事儿，我今天正好要去县城，可以到县衙强行出族。赵族长啊，你可要想清楚，到时谁的脸面都不好看。你要出族可以，但是学堂的事儿你还得管着。赵族长啊，怪不得赵小虎能说出那样的话呀。有你这样的爷爷，他想不长歪都难呀。赵族长，在你眼里是族人重要还是亲人重要？会不会说是族人呢？可是前几天你不是还把你在外面受了欺负的女儿接回了娘家吗？为此不惜和族老们吵了一架呀。怎么，你的女儿是女儿，我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怎么，对自己宽容，对别人严格，这就是你族长的做派？哼，这样的家族不要也罢。赵族长，开祠堂吧，我要看我的名字从族谱上去掉。赵明志，你这是不信任我。哎呀，大哥，你给他废什么话？你就直接告诉他，族谱上没有他的名字不就行了？这个族老的话一落，赵族长气得都想捂住他的嘴。赵大狗，我赵明志今天与你们赵家恩断义绝，从此相见便是陌路。你祈祷你的族人不会犯到我的手里，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魏公，你不要与不相干的人起争执，气坏了身体不值得的。你放心吧，以后咱们让他们高攀不起。大海，走，去县城。在他们离开之前，村长对赵家人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说林大海不敬父母，如果你们想知道，可以去下河村打听，不要道听途说。我敢保证，林大海比你们赵家任何一个人都好。林大海父母偏心，不能公平对待所有孩子，受了伤不给拿钱治伤，甚至让他自生自灭。分家不过是村长为了让他活下去才出来做的主，但他们变本加厉，最后爆出大海根本不是林家的孩子，为了避免伤心，也是为了疗伤，他们才来到桃花村的。我桃花村人向来淳朴善良，如果再让我知道谁敢挑拨离间，搬弄是非，那你们也可以滚出我桃花村了。等到了衙门，发现还没有下衙，管户籍的那个人看到温彦礼，微微一愣，刚想要说话，却见温彦礼轻轻的摇头，便没有再言语了，爽快的给他们办了，简直是顺利的不可思议。路过糕点铺的时候，林继然买了2盒，让温彦礼拿着去找夫子。你大概要去多长时间？我一会儿来接你。阿然，你不与我同去吗？不去了，我一会儿去趟书肆，现在用纸的人多，我去买一点。好，娘子，辛苦你了。林继然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赶着马车走了。这段时间，马车都成了他的代步工具了，他也有了一种现代开着宝马的错觉。林继然赶着车到了县城最大的书肆。真不知道这书肆老板是怎么想的，什么人都放进来，也不怕染上穷酸气，生意会下降。林继然本来想当个安静的购物者，
没有想到旁边一直有人在唠叨，说话刻薄难听。玉姐，他也不像是个哑巴呀，怎么对咱们说的话都没有反应？这种心性，不愧是做过冲喜新娘的人。小哥啊，书肆有什么可以盛放书籍的工具吗？姑娘，咱们书肆呢有装书的篮子，你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给你拿。你何必多此一举呢？他一看啊，就是个买不起书的人，你完全没有必要再跑一趟。姑娘，需要我帮你提着吗？谢谢你啊，我在家干活比较多，力气还是有些的。你们的文房四宝都是怎么卖的？给我来点呗。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还文房四宝怎么卖？你要来点儿，你以为这是什么大白菜吗？说买就能买？没你口气大，你是吃了一宿的大便不刷牙，口气熏出了2里地呢。这个小姑娘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差点将人给撅死。赵大花没有想到林静冉说话这么难听。哼，真是没教养，说话如此粗俗，怪不得只能当个冲喜新娘。那也比你这样一个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人强。知道自己的未婚夫昏迷不醒，立马上门退亲。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觉得别人没有教养？你认识我？哼，拜你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所赐，想不认识都难呢。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是我先退的亲。哼，不是你退的亲，难道是人家昏迷的人从炕上爬起来，闭着眼睛到你家退的亲啊？敢做不敢当，还到处败坏前未婚夫的名声。你这种人，老天怎么不把你收了呀？看着你在人前蹦的，也不说降个雷劈了你。哼，老天爷一定是在打瞌睡，你要小心点儿，不要哪天被雷劈了，还怪人家老天爷睡醒了。林静冉听到笑声，抬头一看，心里就是一惊，这人是谁呀？长得是真好看呐。不过为什么有一种亲切感呢？就是旁边那2个女人都是一脸花痴的样子看着这个男人。赵修文看着林静冉，有些失神的看着自己，虽然觉得不太好意思，但却没有反感。而另外的目光则不然了，让他浑身都透着厌恶。老板，你怎么下来了？不好意思啊，刚才失礼了。无妨，不知姑娘想要什么样的文房四宝，我可以为你介绍。不用太好，我是用来给家地启蒙所用。既是如此，那确实不需用太好的。这个砚台简单实惠，可以用很长时间。墨要用好的，纸可用次一些的，笔可以不用太好，也要用一个小号的。最后一结账花了100两银子。你有钱吗？买这么多东西，也不怕死要面子，回家被揍一顿。那就不劳你操心吧，你还是担心一下老天爷什么时候睡醒吧。赵修文又递给林静冉20两银子。购物超过100两，打8折。哎，公子，你这打了8折不就赔了吗？关你屁事。你真是会做生意，我祝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借你吉言。看着马车离去的背影，阿云，你看她是不是与祖母长得很像？公子，漂亮的姑娘都有些相似之处。这么多年，你都找了多少个冒牌的了？不过这个姑娘长得真好看，还很面善呢。很亲切。温师兄，留步。温夜里看着向他走来的女人，心中很是生气。姑娘何意？温师兄，我在此等你很久了，可否与师妹一步一叙？温夜里很是注重避嫌，他又后退一些，确定那个姑娘就是倒在地上了，他都碰不到才停住。不必了，我与姑娘没有什么可谈的。你一个姑娘家，还是不要与外男过多接触为好。我还有事，告辞。果然是祸水啊，到了哪里都有追求者。我就不行了，还没有被人追求过，就被绑定了一个大反派，还是那种不能退货的，可悲啊。温夜里本来害怕他家娘子看了会吃醋，没想到娘子心里面在吐槽自己没有被人追过，瞬间温夜里有些吃醋了。温师兄，你怎么对人家如此冷淡？是人家哪里做的不好吗？对不起，张姑娘，男女授受不亲，还请自重。我娘子在前面等我，姑娘还是离开为好。
不要让我娘子误会。你成亲了？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与你无关，告辞。平心而说，那姑娘长得比他好看，但他就是不甘心。为什么温艳里就是看不到他呢？你怎么啦？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阿然，我好像中了药，你有解药吗？你可真行，怎么就没有戒心呢？什么中药了？你这是过敏了？是不是刚才那个姑娘身上味道太重了？这是过敏吗？你别管是什么，有没有解药？你等一下，我看看。还真的找到了前世抗过敏的药，拿出来给温艳里吃了。过了一会儿，温艳里终于不难受了，委屈地对着林静冉撒娇：娘子，刚才那个女人过来纠缠我，你怎么不过来宣示主权？嗨，我这不是怕你喜欢人家吗？我要是去了，没准你还觉得我碍了你们的好事儿呢。我是你的男人，你到了哪里都可以宣示主权，没有人敢和你争锋。是我的，不用抢也丢不了；不是我的呢，怎么留都留不住。你也是一样。如果人人都这样想，那岂不是所有人都是平行线，不会有交集吗？要谈何是自己的呢？好像有道理啊。对呀，不争不抢的前提是有人送到你跟前呀。我是不是过于消极了？哎呀，不过这真的好累呀，随缘吧。山不来救我，那就与山并行呗。他家娘子这辈子是不是就不会有主动的时候啦？冉冉呀，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你婆婆说你乱花钱怎么办呀？外公，这不是给阿燕的，这是给你和阿季的。胡闹！阿燕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怎么能给阿季买这么多东西？外公，这些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外公，我母亲说过，我温家不靠一个女人养家，所以阿冉挣的钱她自己安排就好。外公不要责怪阿冉。赵叔，阿季花他姐姐的钱也不过分，自古就有长姐如母的说法。现在阿季花了他姐姐的钱，等他长大了多为姐姐撑腰就是了。外公，爹，你们无非就是怕阿冉这样会生我气。外公，那你们就太小瞧我了。阿冉，别生外公的气呀，是外公没有格局。你放心，以后不会了啊。如果阿季以后不对你好，我饶不了他。这才对嘛，我对阿季好是应该的。外公，爹，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欺负阿冉的，我娘也不允许我这样做。这点我相信。外公，我在书寺看到了赵大花。赵大花？赵大花？赵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好好的一门亲事，他竟然嫌弃人家，跑到人家家里退婚，非要嫁给书寺的老板，真是道德败坏。哎呀，怪不得他看着人家公子一脸花痴的样子，明明不认字儿，还老在书寺转悠，也不看看人家如玉般的公子能不能看上他。不过那个公子是真的好看呢。魏艳里一听就吃醋了，他这个样子一看就是也盯着人家看了。有多好看？难道有我好看？哼，天天晚上让他看一晚上，看他以后还会不会看别人。你们回来了，怎么样？事情顺利吗？都顺利。你个小丫头，知道我问的是哪件事吗？就说顺利。他说完后看着温艳里，温艳里明白他是在问他入学院的事情。娘，很顺利，我之前家人帮请的是病假，现在随时都可以回去，这几天就去读书了。好，阿燕呐，娘有一事想对你说，你能不能听一下？娘，您有事就说，不用不好意思。阿燕，你现在忙于科举，能不能先不要让阿冉有喜？他毕竟年纪还小，你常年不在家，他要是有了身子，也没有人照顾，到那时对谁都不好。我的意思是，毕竟这种关于子嗣的事情，婆家肯定是想要早点有的。娘，你放心吧，我知道的。阿燕，
娘委屈你了。温艳里逃也似的出了屋子，站在院子里面吹冷风。我娘说了什么虎狼之词啊？这是被吓得跑出去啦？温艳里怎么了？难道真的是我娘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让她心里存了反感，想到在路上下手整死我啊？温艳里听到林静冉的心声，吓得一口痰卡在了嗓子里，咳了起来没完了。是阿燕哥哥惹你不高兴了，你说出来，我替你打他。哎，你怎么啦？啊，你这是怎么啦？没事了，没事了。我娘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你怎么一直看我呀？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是岳母想让你快点怀上孩子，我说你不想要孩子。哼，你可拉倒吧，我娘才不会说这样的话呢。我娘肯定是说别让我太早怀上孩子，这样对身体不好，是不是？不错，岳母说不想让你早点生孩子，理由是我在科举没人照顾你，对身体不好。哼，这才是亲娘呀！女人本来就是生孩子早了不好，所以这才是娘与婆婆的区别呀。婆婆与娘的差距这么大吗？冉冉，你怎么了？是阿燕哥哥惹你不高兴了？你说出来，我替你打他。哥哥哪有师兄好呀？师兄师妹好成双呀。哼，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是你太天真，还是我太大气啊？啊，娘子，我冤枉啊！那个女人她是徐安张夫子的女儿，我们都没有交集的，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看上我。人家师兄叫的那么欢，你就一点也不动心啊？人家样子长得也不错呀，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要不你娶了人家得啦？他现在只要听到他娘子这样说话，就觉得这娘子可能要跑。实在不行，他还是给他家娘子一个孩子吧。有了孩子，可能就不会想这些问题了。娘子，你说的什么话？我眼光这么差吗？那个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优点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东施效颦，我眼睛是有多瞎才会喜欢上那种人？娘子，你是不是也喜欢上我了？是不是看到我与别的女人说话也会吃醋？你是不是很想看见我吃醋？是不是我说喜欢，你就会找很多的女人让我吃醋？娘子，我绝对不是那样的人。虽然我希望你能喜欢我，但是我不会龌龊到用别的女人来刺激你，来证明你是不是喜欢我。很聪明的做法。哪个女人喜欢男人用另外的女人来刺激啊？我们那儿有一句话叫你死了我改嫁，然后就有个男人住你的房子，花你的银子，睡你的女人，打你的孩子。阿燕，你怎么啦？为什么你的情绪有些低落呀？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我夜里这几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情绪波动有些大呢？难道男人每个月也有那么几天？还是他这2天要去书院不高兴了？阿冉这都是想了些什么呀？温艳里搂着林静冉，我就是困了，我抱着你睡一觉就好了。可能是想到这2天就要去书院了，心中会偶尔有些不舒服。啊，没想到他也有不愿意去书院的时候，这真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呀！学习都是枯燥的，能坚持学下来的都是好样的。没事的，学习本身就很枯燥嘛，你偶尔有些情绪低落也是正常的呀。学习学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学习学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劳逸结合才能有效的吸收。冉冉，你真好，你是第一个告诉我累了可以休息的人。别人只会告诉我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要头悬梁，锥刺股。读书重要，功名也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试想一下，当你好不容易考来了功名，身体坏了，到那个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你倒下了或是走了，那他们怎么办呀？我们那儿有一句话叫你死了我改嫁，然后就有个男人住你的房子，花你的银子，睡你的女人，打你的孩子。温艳里一把抱住林静冉，紧紧的。他不能想象那种场面如果发生在林静冉的身上，他会不会被气得活过来。阿冉，你别说了，我会珍惜好身体的，我会劳逸结合，我会顺其自然。
好家伙，他不就是说了一句头悬梁锥刺股吗？他家娘子差点把他真的送走。啊！爹娘，你们快出来吧！大猫下山进咱们家了，快拿东西打呀！好你个温艳丽，昨天你媳妇整个麋鹿回来，这才卖了，你又给我整个老虎回来，还是个活的，你们两个是不要命了吗？啊！那老虎是好惹的吗？你要是没命了，我们怎么活呀？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少给我装那个害怕的样子！你们两个连老虎都不怕，还怕我这两拳头啊？再给我装，我直接去桃花村告诉你外公！哎呀，娘，瞧您说的，我那哪是害怕呀，我是担心您施展不开。您放心吧，我们几个包括玲珑在内都不是怕，是担心您打多了累着。哟，这都说的什么呀？又是怕我累，又是怕我施展不开。啊？嘿，笑什么啊？是不是觉得我没打够，还想再来几下？娘，我娘子是想你打一个出气就够了，打人打多了可不就累了吗？你要是还没出够气，来吧，你儿子我很抗揍的。说说吧，这大猫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整了个活的回来呀？活的回来了。娘，一般情况下老虎都是在深山的，但是我们今天运气好，不知道为什么后山来了一只受伤的老虎，我估计是深山的两只老虎争地盘打架，这只受伤跑到后山了，让我来捡了个便宜。行，明天想办法赶紧卖了吧，现在才掐2道绳子。小姑娘，我们又见面了。公子，你是这间药铺的东家？你不是书肆的东家吗？我们东家产业很多。小姑娘，是你们要找我吗？温艳里一看到林静冉认识赵修文，有些吃醋。赵公子，我们是有点事情，如果你不方便，我们就走了。温秀才别呀，我们生意还没有谈呢，怎么能立马就走呢？什么生意？东家，温秀才手里有一只虎，一只活的虎，现在就在门外，问你要不要？要。赵叔，去拿钱，1000两银子。赵公子，老虎很值钱，但是还不值1000两，你是不是给多了？他心里想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可不能看上自己的娘子呀！如果是那样，他宁愿去别的地方。温秀才，一只老虎是值不了那么多钱，但你也知道，我这急需要用虎，已经把消息都挂了出去，可是没人敢去山里打虎。况且啊，你这还是一只活的，要用虎的其实不是我，而是在京城的人，所以1000两银子我也并没有多给，你不用担心占了我的便宜。赵修文长得真是太面熟了，我应该没有见过跟他有关系的人吧？但是为什么总觉得面熟呢？真是奇怪。温艳丽抬头对上赵修文的脸，仔细看了看，也觉得有些面熟。小姑娘，是我脸上有什么不妥吗？没有，就是觉得公子有些面善。公子你不要误会啊，我没有要搭讪的意思啊。温秀才，这是你妹妹？不好意思，她是我夫人。不好意思啊，原来是温夫人，是我冒昧了。我的药铺什么都收，如果温夫人以后有什么药材，我这都会高于市场价。真的？那你看一下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哎呀，东家，这可是好东西啊！这东西长在悬崖绝壁之上，一般人很少能采到。温夫人采的这个品质，那是上品中的上品呀。那收了吧。最后，光半背篓的石斛就卖了10两银子。林静冉高高兴兴地出了药铺。只是温艳里有些不高兴，因为赵修文对林静冉有些过于好了，但是却没有半点越矩，所以他才有些不爽。阿燕，你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啊？今天咱们卖了这么多的钱，不光开店的钱有了，你科举的钱都有了呀。别人喜欢阿冉又怎么样？他始终是我的呀。阿冉，我没有不高兴，只是这么多天没去书院，有点担心学问跟不上。哎呀，没关系，你不要有压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行了。毕竟学海无涯，
没有谁是可以全部掌握的嘛。阿燕，走，我们送你去书院。在家好好待着，少去后山，尽量不要去深山。虽然空空会帮你，但是毕竟危险太多了。哎，行了，我知道了。你一个人在书院记得吃好喝好啊，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哦，对了，木修时用我来接你吗？来接我吧，我想早点见到你。那说好了啊，你下次木修我来接你，不见不散。燕里哥哥，你终于来书院了。张夫子家的女儿怎么这么讨厌？看不到人家正在离别吗？你说这古代怎么这么多不要脸的女人啊？知道人家成亲了还要上来缠着，这么愿意当个妾室吗？张小姐，我温言里已经成亲，这就是我的妻子。你一个姑娘家应该学会避嫌，不然你让张夫子怎么见人？毕竟养不教，父之过呀。燕里哥哥，你应该叫我温秀才或是温言里，其他的称谓还是不要出口为好。张如玉没有想到温彦礼让他如此难堪，还是当着他那个乡下的妻子的面，这让他以后如何见人？燕里哥哥，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如此对我？张小姐，我夫君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成亲了，请你以后不要再亲昵的称呼他，这样对你对他的名声都有碍。哎呀，阿然，阿燕怎么还不进去？在门口干嘛呢？娘，这里有一个张姑娘，看到夫君就叫哥哥，不让叫还不行，一副我们欺负了她的样子。我与她说话她都不听，估计是耳朵有问题。张姑娘是吧？伯母，我是张如玉，是燕里哥哥夫子的女儿。哼，我不管你是谁的女儿，我只知道我的儿子已经成亲，我不能让任何人玷污他的清白。所以那些个容易引起误会的称谓，张小姐还是不要再说了，不然别怪我找到张夫子讨论一下他的家教了。伯母，不好意思，我与温师兄认识的时间长了，有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叫出哥哥这样的话，还请伯母原谅。看来得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女人了。温彦礼觉得与他家娘子想到一起去了，于是看了一下林欣然，冲他眨了下眼，转身进入了书院。张如玉一看温彦礼进去了，也想要进入书院。哎，张小姐等一下，这个书院女子是可以随便进入的吗？别人不可以，我却是可以的。我的父亲是书院的夫子，夫子的女儿是可以进入的。哦，这样啊，那我问一下，你作为夫子的女儿，进入书院都去做些什么呢？伯母，我是进去找我父亲的，找完以后我就出来了。哎，那就怪了，你每次进去都是找夫子，那你是怎么和我儿子认识的？我可是听我儿子说了，他在学院从来不认识女孩子的。你为什么要造谣和我儿子相识？是想让我儿子夫妻二人不和吗？我不是，我没有。这名声一成立，足以让他身败名裂。既然如此，那你可要离我儿子远一些。我儿子要是考不好，我就找到院长，问他一下，为什么学院要让你这样的女子进入学院，去影响学子们做学问？林欣然星星眼地看着袁氏，那心里眼里全是崇拜。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以后对付这样的女人多长个心眼儿，如果看不顺眼，直接上手打就是，不要让自己吃亏。林欣然连连点头，挽着袁氏的胳膊渐走渐远，把后面的张如玉看得一脸呆。他们两人真的是婆媳不是母女？娘，你放心，阿燕不会让自己吃亏的。温彦礼拥有两阁，这点事情要是还摆不平，那他这个谷主可以换人做了。哎呦，林大海呀，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废物！再怎么说，我也养了你30多年呀，你二话不说就离开了下河村，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呀？你让你弟弟怎么在书院读书啊？林家老太太，我怎么离开的下河村，全村人都知道。我给你们家白干了30多年的活，最后连个锅都没有带走。你卖了我的女儿，又想着卖了我的儿子，你们林家的无情，那就不是人能做出来的。林前世看着再也没有了感情的林大海，心里也有些发怵。
林家老太太，这是下河村不够你丢人的喽，又跑到桃花村来丢脸了。哎，怎么哪儿都有你这个赔钱货呀？你们现在可是连养子养母的关系都没有了，他给你白干了30多年的活儿，最后一身是伤的，身无分文的被扫地出门，你怎么还有脸跑过来？怎么了？是你们家又没有钱花了？需要这个养子给你们挣钱，供着你的小儿子读书？老太太，我劝你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不然我拉着你到县衙告状，告你私闯民宅，告你私卖人口。爹，其他人呢？你外公出去了还没有回来，你娘去外面找阿季了。林监事，阿季呢？你告诉我阿季呢？你没有权利卖我的阿季，你把我的阿季还回来。林静冉一听赵氏这样说，脑子嗡的一声，差点坐在地上。他冲过去一巴掌打在林前世的脸上。说，我弟弟呢？你不说，今天别想活着离开桃花村。我不知道。你不说，那你先去黄泉报道，我会让你的家人都去陪你的。别杀我！我说。原来是他家二儿子把林心计给迷昏了，放进马车卖到临县。爹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弟弟带回来。麻烦各位舅舅舅母帮我照顾一下我外公，再找一下村长主持一下今天的局面。二出来。夫人，请吩咐。你去最近的分部派人一起找我弟弟，还有再派人找一下林大河，要用最快的速度。是。空空，能发现我弟弟向哪个方向去了吗？往镇上的方向，那里有马车经过的痕迹，有你弟弟的味道。好。冉冉，我建议你还是骑马吧，马车太慢了。在他走了几次冤枉路之后，终于追上了那个马车。他将马横在马车前，把马车逼停。空空，马车里有没有我弟弟？有。二，你联系一下温艳丽，问他一下，如果我现在去告林大河，会不会对阿季有影响？姑娘，你想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截住我们是犯法的。把车里的人给我放下，否则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凭什么？这是我们买的。敢买我的弟弟，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那些人也是怕自己命给溜了，下车就想逃。林静然把2个人捉了回来，用绳子给绑了，扔在地上。他给林心计灌了解药，但是林心计怎么都醒不来。这下他真急了。冉冉，你弟弟是梦魇了，用药是醒不了的，时间到了他自己会醒来的。说吧，要把我弟弟卖到哪里？有没有签卖身契？姑奶奶，这人是我们买的，你不能带走。别废话，说。我们是从林大河的手中买的，要把它卖到临县的南风楼，那边都有人定下了，到那儿就会被领走的。你们花了多少钱？20两银子。卖身契拿来。夫人，我们来迟了。去，从他们的身上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夫人，应该是这个。林静冉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林心计的名字、年龄、籍贯，下面还有林大河的名字。还好，还没有官府的印章。二，你联系一下温艳丽，问他一下，如果我现在去告林大河，会不会对阿季有影响？今天不回家了，咱们先去镇上的医馆，到了镇上再派人给家里送信。阿季，你快点醒过来吧，外公、爹爹、娘亲，他们都在等着你醒过来。等你醒了，咱们去找林大河算账。还有那几个人贩子，一定不能让他们好过。林静冉就那么坐在林心计的床边，一遍一遍地说着话。姐姐，你还活着！阿季，你醒了，太好了！姐姐，我这是在哪里啊？阿季，今天上午你被林大河迷昏了，卖给了人贩子，我追上了他们，把你救了出来。只是你吃了解药之后一直不醒，我不敢就那样回去，所以来了镇上。现在应该天快亮了。林静冉并不打算瞒着他，他的弟弟需要长大。姐姐，
我不是不想醒来，是我做了噩梦。我梦见我死了，我们都死了，只有害我们的人都活着，我不甘心。阿季，那或许不是梦，因为我也梦见我死了。其实你也认为那不是梦，所以才会问我还活着，对吗？姐姐，梦里的我们是不是很不堪？不，我们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人生路上不可能一直是晴天，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是常有的事情。要知道，雨后的天晴才会更加的明亮绚烂。姐姐，我明白了，我一定会雨过天晴，走出更好的明天。我就知道我的弟弟是最棒的，是不会被梦魇所困的。你怎么来了？我听说阿季出事了，向学院请了假，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想要欺负我的弟弟，他们得掂量一下有没有那个本事。哎呀，要是让温艳里知道了你也梦到了前世，怕是又该上火了。一个掌握着姐夫小辫子的小舅子，那滋味很是酸爽吧？什么？小舅子也梦到了前世？不会也梦到了我娶了别人为妻吧？我前世怎么那么经不起诱惑？算了，就当不知道吧。今生好好表现，让他们忘记我前世所做的不靠谱的事。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如果可以，我不想让阿季沾上这些东西，所以你和阿季先回家，我处理完事情再回家找你。不，你处理完了之后不要回家，直接去书院读书。你不能耽误太长的时间，离秋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好，我知道了。那2个男人我就带走了，回去后不要告诉老人这些情况，等休沐后你来接我。林村长，今天请各位过来也不得已。大家都知道，林大海一家现在已经落户到桃花村了，林秀才却将林清记迷魂给卖了。这件事儿性质恶劣。林村长，现在赵家有一个老太太，据说是林前世，她已经承认是林大河迷昏了林心记，并带走了她。而林前世再次胡搅蛮缠，只是为了绊住林大海他们，让他们找不到林心记的去向。这林家还真是策划精密呀，这要是一般的人家，怎么还能找得回来呀？于村长，如果林前世说的是真的，我绝对不会饶了他。回去我让他去跪祠堂。林村长，你要知道，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林大海可以告他们拐卖人口，他们是要坐牢的。你一句跪祠堂就完事了，是不是处罚太轻了？林大狗，我女儿从嫁到你家起就没有被善待过一天，你不仅纵容他们欺负他们一家，还纵容他们卖他们的儿女，你们林家不配为人。亲家，这事儿确实怪我，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都是那个老太婆的主意，与大河没有关系。林大狗，我的外孙没事还则罢了，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我赵家绝不会善罢甘休，你要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阿季也是我的孙子，我也不希望他出事。这表面功夫林老头特别会做，事情不管是不是他主使的，他肯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别人的身上。亲家，大海呢？我这个当爹的来，他怎么不来啊？哼，林大狗啊，你还有脸问大海呢？刚才他听说儿子被拐走了，一着急又摔倒了，腿没有好利索又坏了，现在在屋子里呢。你要他出来，他怎么出来？他都没有儿子了，谁把他整出来？哎呀，亲家，你别生气，大海在这儿啊，给你添麻烦了。那我一会儿套车把他拉走。拉走？你想把他拉到你们那个毒蛇窟里啊？过不了几天告诉我他不治身亡，让我女儿当寡妇。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家呢？不让人说，你别那么做呀，敢做不敢说的懦夫。都先别说了，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一下。现在先把林前世找过来问一下吧。问那个老婆子，呵呵，怕是看到你们这些人呢，他以为撑腰的来了，又要反口了。这样吧，我就留下，你们其他人呢在门外待一会儿，
看他到底怎么说。哎，村长，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你是不是在找给你撑腰的？哼，不好意思，他们都没来。村长，我林前世，你要是不说实话呀，我们可就不能拦着他们把你送官了啊！哎，别呀，村长，你救救我呀！我真不是故意的，要不是他们家有个秀才，他真想把这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要不说，我可就走了。你的死活将与下河村无关。哎，村长，我说啊，哎呀，是我儿子让我来的，让我拖住林大海一家，他把人卖了，让马车走远，让林大海一家再也找不到那个小贱种。再次听到这种言论的赵秀兰，嗷的一嗓子扑过来，抓住他的头就要撕。你个小贱人，你凭什么打我？卖了你的儿子，那是给你面子。林大海都不是我们家的种，你们两个小贱种也不应该活在世上。林前世开口的话让全院的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婆如此恶毒。林老头一听林前世说出这样的话，就知道要坏了。他们心中的想法怎么能够说出来呢？他冲进来，使足了力气扇了林前世一巴掌。贱人，你给我闭嘴！你说的那是什么混账话呀？我看你是疯了！哎呀，老头子呀，我是被气急了才那么说的。林村长，你看这事怎么办？呀，老头子呀，我是被气急了才那么说的。林村长，你看这事怎么办？哎呀，于村长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就先把林前世带回去，毕竟他的年纪有些大了，万一在这儿再有个什么好歹的，这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啊。等阿冉回来，咱们再商量后续的事儿，如何呀？林村长，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让你把他带回去的。再说他年纪大了有个好歹，那是他倒霉，不是他可以为非作歹的理由。啊，是，你说的是，谁让他这么大年纪还不做个人呢？爹，这次的事情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想着原谅他们，还是与他们硬刚到底？阿然啊，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受到伤害，也想让他们受点教训。那行，既然爹你心里有了决断，那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阿然，我不想让你为了给阿基和我们出气，把自己搭进去。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的，不会给他们留下把柄的。在这个孝道压死人的年代，自己是无所谓，但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背上沉重的枷锁。二嫂，阿基没事吧？他找回来了吗？林静冉心中很是温暖，这才是家人呀。谢谢你们，已经找回来了。只是昨天他吸入了过多的迷药，没有及时醒过来，我就在镇上住了一晚，让大家操心了。哎，阿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没有防备，以后有了防备就好了啊！这谁能想到啊，以前的亲叔叔竟然做了这种事情呢？娘，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家的事情让你们跟着操心了。我今天在路上听到他们说我爹是林家仇人的儿子，所以咱们以后就可以当作是陌生人就好了。温大柱一脸的惊讶，难道林家真的是把仇人的儿子给抱回来养大，就是为了折磨？他们那样的家人没了就没了，你还有外公他们，还有我们。娘，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我真的好喜欢你啊。哎呀，你呀，原是哪见过像林静冉这样感情这么外露的孩子。入夜后，家家户户熄灭灯火，林静冉进入空间，换了一身夜行衣，迅速地融入了夜色中。两村离得很近，不一会儿就到了。林静冉进入空间，对着空空说：空空，我不想自己进入林家，咱们就猫在这里听吧。你把功能打开，我要听得仔细一点，他们说话声音太小了。哎，冉冉，告诉你啊，我现在功力升级了，不光是能够听到声音，还能看到画面，惊不惊喜啊？林大海，不整死你们一家，我不甘心呐！
什么样的恶毒心肠，才能做出把人家的孩子抱走折磨致死的事情？前世不就真的给整死了一家人吗？为什么林老头可以如此狠毒？他俩看到林老头下了炕，把炕席掀开，林老头从洞里面拿出一个陶瓷罐子，林老头拿起玉佩，用手摸了摸。林大海，你小时候的东西就剩下这个玉佩了，其他的东西都被我毁了。这个玉佩一看就价值连城，毁掉太可惜了。但是不毁不行呀，不毁，可能我们家就毁了呀。空空，怎么办？他要毁掉玉佩。他毁不掉的，你放心吧，我可以现在就把他迷晕，让他醒来之后觉得自己做了一场梦。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办法，林老头就倒在了炕边。林金冉从空间里面出来，他快速的拿过玉佩就要走，却突然定住了。他回头看着炕上散碎的银子，林金冉把银子放进空间里，把东西归位，转身出了屋子。林金冉离开了下河村，后面跟着一个人。空空，后面那个人什么时候跟着咱们的？他有没有发现我进入空间的事啊？放心吧，没有，他应该是一直在祠堂那边。林金冉点点头，眼看着就要进入上河村了，林金冉停下来。后面的兄弟，你跟了一路了，出来吧。就着朦朦胧胧的月光，他看清了，这不是书肆兼药铺的老板吗？我说公子啊，你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到这乡下的村里干什么？赵修文冲着林金冉一笑。林姑娘，你不也是一样吗？那怎么能一样？我是来找他们报仇的，你来干什么？我来当然有来的目的了，不会对你造成威胁的。哎，算了，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要回家了，不要跟着我啊。其实赵修文是在听到林金冉被人欺负之后，想要过来看看林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子，回去吧，派人保护他。是。爹娘，我回来了。哎，你怎么回来了？明天休沐啊。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温彦书一听这个，立刻又说了一遍。胡氏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原先只有他一人，在娘的大度下，他没怎么反应出来。但是阿染来了以后，他就原形毕露了。只是可惜了大哥一个大好青年，年纪轻轻的就成了独身一人。胡说八道什么呀？大哥怎么可惜了？大哥应该庆幸，那样的人怎么能够配得上大哥呢？刚迈过门槛的温彦怀听到大家在讨论他，有些不知道是进门好还是出去好。大哥，你回来了，快过来坐会儿。娘，你得抓紧时间给大哥再说一门亲了。大哥每天起早贪黑的，也得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奈何没有合适的姑娘啊。娘，你先问问大哥他自己有没有中意的，如果没有，你再让人关注一下有没有身家清白的姑娘。饭后，林建然两人进了屋，其他人各自休息。温彦礼进了屋，反手把门插了，抱住林静冉就不放。冉冉，我们进去好不好？一进空间，他把林静冉放在床上压了上来。只不过等了没一会儿，温彦礼抱着林静冉不动了。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傻也。冉冉，我真的好难受，你还笑我？知道难受你还抱着那么紧啊？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你也能知道我这不是一种幸福？唉，看他这么难受，我也心疼啊。只不过我可不能为了一时的心软而毁了自己，所以哥哥对不住了。温彦礼差点为了他心中的那句哥哥丢盔弃甲，要不是他强大的自制力，现在估计都不是人了。想问什么就这么问吧，别想离开我的怀抱。流氓，只对你这样。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为什么那么多女人会上当？因为他真的迷人。唉，我家娘子总是理智在线，不过对我迷恋半分。燕子，我怀了阿燕哥哥的孩子。什么？我在来的路上听人说了，夏河村林家臭气熏天，还得在家侍奉生病的林前世，
这事是不是你做的？你怎么会认为是我做的？不能是他们自己集体吃坏了肚子吗？是我做的又怎么样？只要没有人看到，那就不承认。不对，文彦礼猜到了，好像赵修文也猜到了。哎呀，还是功夫不到家呀。什么？还有赵修文的事？怎么阿二没有说这个？一会儿一定要惩罚一下他。哦，对了，我这儿有件东西给你看一下，你帮我查一下什么人会拥有这种东西。林金冉一翻手，手中出现了一块玉佩，递给温彦礼查看。你一会儿把图案拓印一下，我让王两阁去查。你让他们查的时候小心一些，不要在明面上查。林家说我爹是他们仇人的儿子，但是也不可全信，务必要小心再小心。王两阁如果这点事都做不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阿然，这块玉佩你是从林家整来的，那林家你打算怎么处置？我还没有想好。按说我现在知道了我爹的消息，去不去林家也没有必要了吧？你要是不去，他们会以为你怕了他们，在林大河出事以后还会找上你们家的。那你先想想，过几天再说。刘姑娘，来我们温家有何贵干呀？我不找你，我找温婶子。刘姑娘，你找我什么事啊？婶子，我怀了阿燕哥哥的孩子。什么？看来这刘秀娥不是疯了，就是被人给侮辱了。这是想要把帽子按到温彦礼的头上了。这要是按实了，恐怕科举也不用考了。刘姑娘，你说你怀了阿燕的孩子，有什么证据吗？什么时候的事情？多长时间了？我都怀上了，还有什么证据啊？我那么喜欢阿燕哥哥，怎么可能会和别人一起啊？姑娘，你应该知道吧？怀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啊，一个人是怀不上的。你非要说怀了别人的孩子，你得拿出证据，不然那就是诬陷，是要坐牢的。你少吓唬我！如果这是真的，他就得娶我，就得把你休了。燕叔，去把你刘婶子请过来，再把村长找过来。想要我们温家没脸，大家都不要好过。刘秀娥的爹娘也很快来了，他们有些尴尬地笑了笑，看来他们是想把事扣到温家的头上。秀娥娘，你家姑娘说她有身子了，可是真的？几个月了？他家姑娘是有身子了，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呀，只能找个人接着。这个时候村里的大夫来了，他请示了一下村长，给刘秀娥诊了脉。秀娥已经有身孕1个多月了。我二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秀娥姐姐还是好好想想吧，不要冤枉了好人，放过了孩子真正的父亲。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我家燕里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如果秀娥非要说是燕里的，那就拿出证据。我家女儿是不会说谎的，她说是燕里的，就一定是她的。嘿，好呀，你说是，我说不是，那咱们报官吧。为什么要报官？明明你们认下就可以，为什么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堪？我家燕里没有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承认？难道每一个爱慕我家燕里的人，不明所以的把肚子整大了，都来找他，他都要认吗？敢污蔑我家燕里，想要坏了我家儿子的名声，阻断我家燕里的前程，也不看看我愿意不愿意？好，报官吧。天哥，哎呀，不要报官，咱们私下解决不行吗？这私下要是能解决，我肯定不会让你们报官。现在的情况是你们不配合呀。天哥，我家女儿这事儿本来挺丢人的，她非说燕里欺负了她，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找温家来对质一番呀。凡事都要讲证据，你把证据放在这儿，他们不认也得认呢。他们到时候不认，你们都可以去报官。没有证据的事儿，你们想安在温家头上，我都不会同意。林金冉看着事情僵住了，走到刘秀娥的跟前。秀娥姐姐，我知道你很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出身，但是你要知道，即使你赖上了温家，将来他出生了也不会得到温家的关爱。他长大了以后知道实情，会怨恨你的。孩子是无辜的，
不要让他以后长在众人的谩骂里。你胡说！你一个冲洗过来的贱人，有什么资格在这贬低我的孩子？我孩子的父亲就是温彦礼，他在1个月前的小树林里强迫了我，所以我才会有了身孕。好呀，既然说到这里，那你说说，在哪个小树林儿？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有谁见过你们去了小树林儿？他身上有块胎记在什么位置？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黑灯瞎火的，我没有看清。哦，黑灯瞎火呀，那也就是晚上喽。哪天晚上呀？你那么喜欢他，应该记得很清楚吧？我不记得了。娘，我记得二哥闺蜜前跟着夫子去游学了，有2个月没回来，他怎么可能会突然有一天来到村里做一件坏事又走了呢？哎，对呀，最近这家里事儿太多了，这么大的事我都给忘了。哎，村长，你记得吗？你还给开了证明呢。是啊，我也想起来了，燕礼走的时候还来找过他开过一个证明呢。哎，刘山兄弟，温燕礼之前有2个月没有在家是真的，后来在外面出了事儿，被直接送了回来，所以他没有作案的时间。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问学院的夫子。刘婶子，你还是把孩子的父亲找出来吧，不然等肚子大了可就晚了。刘秀娥听到这里，脸变得毫无血色，她不能接受她的孩子不是温燕礼的。温大哥，真的不能让秀娥嫁给燕礼吗？做小的也行啊。刘山，你说的是什么话？我家燕礼的媳妇儿还在呢，你就想着给她纳个小妾？我告诉你，别说燕礼不同意，我都不会同意。我温家是不允许男人纳妾的。再说了，你还是赶紧给你女儿肚子的孩子找亲爹吧，我们温家可不当接盘侠。刘婶子，说什么都是次要的，最主要还是把孩子的父亲找出来成亲。不用你假好心，要不是你，我家秀娥和燕礼早就成亲了。他们青梅竹马的感情可是不一般。袁氏再也忍不住了，啪的一巴掌打在刘杨氏的脸上。刘杨氏，我劝你给秀娥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吧。我家燕礼根本就不认识你家闺女，更不是什么青梅竹马。再让我听到你污蔑我儿子的名声，再编排我家阿染的坏话，我可不介意撕了你的嘴。真当我温家不是本地人就好欺负不成？刘山，带着你媳妇儿回家吧，赶紧想办法把秀娥的事解决了。如果你们坏了村子的名声，别怪我把你们一家赶出村子。二嫂，你什么时候能有小宝宝？请问是温燕礼温公子吗？你是何人？找我何事？温公子，我们是京城来的，我家小姐想与公子谈一谈，可否一步一叙？温燕礼听到京城2字，心里咯噔一下。难道那个女人真的找来了？早在温燕礼想过街道的时候，林继冉就看到了他，也看到了那个小丫鬟前去找他。温燕礼，不知道你能不能经受得起金钱与地位的诱惑？京城来的，应该就是那个兵部侍郎的女儿了吧？娘子到现在还不信我，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京城之人。再说男女有别，不适合面谈。我家娘子在等我，告辞。等一下，温公子，我家小姐专程从京城来到此处，就是为了与温公子一叙，还请温公子行个方便。家小姐专程从京城来到此处，就是为了与温公子一叙，还请温公子行个方便。你家小姐想干什么，那是她的自由，我没有义务陪着她浪费我的时间。说完不再理他，向着林继冉跑了过去。温大秀才，真是桃花多多呀，怎么又有一个美女拦住你了？这次是想要干什么呀？冉冉，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不用理会，咱们回家吧。温公子，你就可怜一下我吧，不然我会被罚的。你让我丢下自己的夫人与你家小姐相会，你将我夫人置于何处？告诉你家小姐，莫要纠缠。他不是你的夫君，莫要拿这副模样对他。如果再不收敛的话，我可是会上手的呀。要是温燕礼真的能看上那个女人，不管是不是剧情的原因，那他都不能要了。这个世上最不缺的就是男人，而拥有如此容颜的我，更不会缺男人。娘子太欺人了，有这样一点都不争取的吗？老是让我自己单打独斗。
夫君，咱们走吧。好。温公子，请留步。那位小姐终于忍不住了，下了马车。林姑娘，还请允我与温公子谈一下，可好？不行哟。你见过谁家的娘子允许自己的男人与未出阁的小姐单独交谈的？你不顾姑娘家的脸面，我还要顾及我家夫君的脸面和名声呢。还有，我不是林姑娘，还请你叫我温夫人。你要是不改口的话，我可是会认为你来是为了当个小三，抢我夫君来的。我都找人对付他了，为什么他会安然无恙？为什么他不像前世一样早早离世？那样我也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被动了。林姑娘，温秀才这样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温润如玉的人，你是配不上的。所以啊，还是及早离去的好。你们一对前世都没有圆房的假夫妻，有什么自信能在今生拿下温艳丽啊？你因为看到我没有死着急了？太好了！我一直以为是我前世做了对不起林静然的事。我家娘子好得很，是我配不上她。一直以来都是我在高攀我家娘子。你真的不记得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了吗？我们今天可是第一次见面，能有什么点滴？娘子，快走快走！没有想到碰上一个疯子，可千万不能传染上咱们呀！不行，温艳丽必须是我的。前世我用半生去温暖温艳丽冰冷的心，眼看着两人就要真正成为夫妻，我又怎么可能拱手让人？那林静然既然不愿意离开，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4月26日，云长阁开业。一早，除了在家不能走动的林大海和与他作伴的赵明志，温家、林家所有人都来到云长阁庆祝云长阁开业。在热火朝天的时候，云长阁内来了一群人。兄弟，有什么事儿吗？不是，你是什么人啊？这个店铺没交保护费，不能正常营业，先关门整顿，等交了钱再开业。兄弟，我这店铺给镇上交了税，怎么就不能营业了？你说要交保护费，有什么文书呀？拿出来我看看。本大爷在这大柳镇待了10几年，爷的脸就是文书。说什么废话，赶紧交钱，不交钱就让你们店铺开不成。温艳丽可不惯着他，本想上前一拳打飞他。夫君，怎么了？不是，姐，这店铺是你开的？王二，你来我的店铺干嘛？是想要收保护费吗？没问题啊。夫君，给王二拿20两银子，以后咱们的店铺王二给罩着。姐，我可不能要啊！我要是要了你的钱，回去张三哥不得把我吃了？不说了，姐，你先忙，我先走了。说完，他也不管其他人什么反应，一转身跑了。娘子，这人是谁啊？怎么好像很怕你？在山里被我打服的那3个人中的一个。原来如此。王二跑出去没一会儿，张三带着人进来了。姐，开业大吉，这是兄弟们的一点心意，还请收下。张三怎么还给我送礼啊？这是怕我再揍他一顿？哎呀，真是让人窝火！我看着就那么暴力吗？你这是干嘛？姐，我们这是要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救命之恩，我们没齿难忘。为了表达谢意，我们兄弟几人才备点薄礼前来，还请姐不要嫌。娘子，既然兄弟们有这个心意，收下吧，以后照顾着他们就是。祥云书肆、祥云药铺前来相贺，清河店前来相贺，陈公子前来相贺。温艳丽听到后面的这个，脸都绿了，这是什么意思啊？陈公子，他与娘子是怎么认识的？有什么目的？哎呦，救人一命救得有点麻烦呀，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还得担心会不会被温艳丽给误会了。两位找我何事啊？林姑娘，请坐。不知道你来县城做什么，又怎么和张如玉搅和到一起了？我也不想的，只不过被狗拦了路，狗一直不走又不能打，所以耽搁了时间。你形容的真形象，他们可不就是狗吗？是吧？你们也这样想是吧？只不过狗的主人太厉害了，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对。那需要我们出手吗？暂时不用，我可以应付。你们不会就为这个事儿吧？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可回去了，我这离家还远着呢。
你那还有百年人参吗？我想要2根。只要200年吗？300-400年的行不行？你真的有300-400年的人参？没有，我知道哪儿有。你什么时候能拿过来？后天吧，我明天去山里取。那你后天就给我送过来，不然可就晚了。浩琛家里有人生病了，需要用人参吊命。那我明天给你送过来吧。2位公子，谢谢招待啊，我必须得回去了，不然家里人该担心了。秀恩，你有没有觉得他很亲切，就像是亲人一样？我也感觉到了，不知道与咱们2人谁有关系，或者都有关。长公主现在有病在身，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不适合让长公主知道。姑祖母这病啊，就是思念成疾，只要找到了表叔，姑祖母的病会不药而愈的。我姑姑也是啊，不知道身在何方，我祖母也快思念成疾了。哎，他的设计稿拿到了吗？于灵竹指了指桌上的图，这个是他画的？不是，我仿的。为什么不把他的原稿拿到？这些仿的是没有用的。他警惕性很高，不上当。唉，好，这些稿上落下他的名字。姐，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难道你不想活命了？于姐姐，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呀！就在他们2人争论不休时，林静冉又上来了，还啪啪啪的鼓掌。妹妹，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于姐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交之人，还想着为了你的生意免费给你几张图样，没有想到你竟然联合外人来陷害我。你是不是觉得就凭这几张图样就可以让我家的几个读书人陷入与青楼有染的丑闻中啊？哎呀，我们也没办法呀，要怪啊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我得罪了谁？是骆家、张如玉，还是京城那个兵部侍郎之女？当说到那个兵部侍郎时，老鸨的脸色发白了。这个林静冉太可怕了。哼，我说这位老鸨，你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怎么会被我一个无名小卒吓成这样啊？不会是装的吧？安儿，出来。夫人有何吩咐？留下他的一只手，送他去见他的主人。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夫人，都是我不对，是我有眼无珠，得罪了你，你饶了我吧。要么说，要么断手。于姐姐，你怎么选呢？林姑娘，是我们不对，你饶了我吧。是骆家，也是兵部侍郎。哦，于姐姐，我是打心眼里面想要和你交朋友的，没有想到咱们之间没有缘分，那妹妹也只好得罪了。安儿，把他们2个人交给府丞江大人。是。如月，等林静冉备休之后，我一定会给你留一个位置，咱们姐妹俩还能好好相处的。新罗姐姐，我真的可以吗？温秀才一点都不喜欢我。放心吧，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等林静冉成了历史，我们就是他的手中宝，他总有一天能体会到3妻4妾的好处的。如月，过几天书院不是要举行一场宴会，你有请帖吗？我爹是夫子，我进去是不需要请帖的。怎么，新罗姐姐想参加？你说林静冉会不会参加？姐姐的意思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二嫂，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什么消息啊？二嫂，你原先的小叔林大河他出事儿了。他不是在书院读书吗？玲珑，不要在背后论人长短，天晚了，睡觉去吧。二哥，你让我说嘛。你还是说给娘听吧，她肯定想听。温玲珑并不在乎说给谁听，于是一溜烟的跑了。你让他跑了，谁说给我听啊？不知道听八卦听一半很难受的吗？玲珑说的还没有我知道的多，我一会儿跟你详细说一下。林静冉明白了，他这是想要进空间，于是2人进了小楼，躺在大床上。林大河岁数大了，成绩一直不是特别好，但他这个人特别要强，
总想在某一方面压人一头。他还有这样的嗜好，真看不出来哎。他在书院吧，哪方面都平常，我就安排人带着进了一趟青楼。那花魁可太善解人意了，把他伺候得浑身舒坦，于是他就迷上了花魁。等等，你怎么知道他很舒坦的？是不是你也去过？放心吧，你夫君我洁身自好，我这一生只会让你近身。哼，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鬼。林大河迷上了花魁，但花魁没有钱是不会让人见的，所以我带人让他进了赌场。刚开始他确实赢了很多，几乎都用在了花魁的身上，但是后来他开始输，而且越输越多。他离开书院回到家，想着让家人给他还钱，可林老头不出钱，他就想卖地。林大江不同意，林大河就要卖了林大河的闺女林飞英。林大江两口子不愿意，最后要账的来了，带走了林飞鸿。外公，我有事要跟你说。说吧。外公，你的腿现在也好了，这次的秋闱你能不能也去参加？这么多年还没有几个人关心他是不是参加秋闱，没有想到第一个说起的竟然是他的外孙女儿。冉冉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外公，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啊，我爹不是林大狗的儿子，他的爹娘应该非富即贵，如果以后他的家人找过来看不上我娘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问题呀。我只是一个秀才，可是如果在京城，那还比不得人家一个看大门的呀。现在呀，我也没了别的牵挂，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呀，好好复习一下，没准可以中举呢。外公，你真棒！外公，这是我配的药，你喝了能够强身健体。哎，林金冉还没有说完，赵明志一把拿过来，一口给喝了。阿然呀，我感觉不光是身体好了啊，脑子似乎也好使了。哎，这样的好东西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啊，这东西太逆天了。爹，你的腿这几天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外人眼里你一定要装着点啊。林大河现在迷上了青楼和赌场，他日子以后都是下坡路，所以提防着他找你的麻烦。我可不怕他，以前不理会他，因为他是弟弟，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还管他个屁呀！爹，真有气魄。哦，对了，爹，这段时间你字认得怎么样了？有没有信心把字写好？哎，闺女，你也太看不起你爹我了。你外公都说我可以参加童生试了。爹，我刚才劝外公参加秋闱了，你要不要也一起参加童生试啊？如果明年能够得秀才，日后若是有人寻来，也不会被人看不起啦。转眼间到了书院宴会的这天，这种热闹的情况果然不太适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现在就走。而温彦礼在干嘛？他正在被几个好友拉着论诗，只是那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让他走，好像是想让他故意错过什么似的。这谁这么缺德，怎么用热水泼我呀？小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要不你去换件衣服吧。这个角落只有我一个人，你拿水泼到我的身上，说你不是故意的，谁信啊？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你一个乡下泥腿子，怎么配得起清风朗月的温秀才？那是我家如月姐姐的。你也不分清人的好坏。那我带你换一件衣服吧，不然你会生病的。还不算太坏，看来还可以改好。哎呀，不用了，这样就行。你去找你家大人吧，把身上那身丫鬟服给换掉。温夫人，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是院长的小孙女，她有些顽皮，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带你去换一身衣服。林静然本来不打算换衣服了，但是那个小丫鬟似乎很是急迫。温夫人，你就在这儿换吧。我不用换衣服了，走了一路衣服也干了，咱们回去吧。你们还不出来拉温夫人进去，等着什么呢？一个是白英发，一个是东安邦，都认识。怎么，这是不顾与温彦礼的同窗之情了？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还不是你这个小娘子啊，不安于世，想要与我们哥俩啊共度良宵。就在他们愣神的时候，只是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小丫鬟瞪大了眼睛看着突然出现的两个人，一时之间有点懵，怎么暗处还有人呢？说吧，你是谁的人？今天不说，我让你和他们二人睡在一起。温夫人，饶了我吧，我是张小姐的丫鬟，是她让我来的，我不听会没有命的。二上前一掌打昏了他。暗夜，想办法把张如玉给整过来，顺便给他们二人扔一个屋。不一会儿，扛着一个人过来了。夫人，把他们4个人整一个屋吗？2个人一屋。夫人，把他扔给谁？你看谁不顺眼就把他扔给谁。快点儿，我们该走了。林继冉和温艳礼结伴来到院长夫人这里。小姑娘，又见面了呀？你们见过面？祖母，是我不好，祖母，是我不好。如玉姐姐说温秀才的夫人上不了台面，让我泼她一身水，但是她没有发脾气，还说我识人不清。宝儿，我不是说过吗？看人不能只看表面。那个张如玉，她不是一个正经孩子。祖母，我错了。阿然，这都是宝儿的错。夫人，宝儿是个好孩子，只是不知道世事的险恶，被人利用罢了。以后他经的事，见的人多了，就不会如此了。温燕，你这个夫人比一般的千金大小姐都通透，你可要好好待她，不能辜负了她。是。他心中很是高兴，比自己得到夫子的认定还要高兴。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小院子出事了。林静然怎么在这里？他在这里，那出事的是谁？张如玉呢？也好，反正都是要一个个解决掉的，谁先来都一样。里面的屋子里传出来让人脸红的声音。院长夫人一听这个，那脸立马就黑了。你们先出去等着，不要进来。等院长夫人让人把门打开，那个女人是张夫子的女儿，男的没看清。等他们收拾好出来，你个贱人，是你害我！张姑娘，慎言，说话要有根据，不然我可以告你诽谤。张姑娘，你说话好没有道理啊！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是不会害人的。退一步说，我就是想要害你的话，我一个出来书院的人去哪儿找人啊？你觉得我能扛得动你吗？院长把没事的人都赶了出去，让他们把情况再说一遍。院长，我来说吧。你说。我在客厅那里被宝儿泼了一身水，这个小丫鬟就让我去那个院子换衣服。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那个小丫鬟非要让我去。只是院子实在是太远了，等到了那里的时候，我的衣服也干了。再说我也没有带着衣服，所以我就又回来了。云心罗，你真不要脸！是你非要参加这个宴会，是你非要陷害林静然。在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温艳礼，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院长夫人那里，在那里还见到了宝儿姑娘。你问他们是不是？你说的不对，是我把你带到这个院子的，但是你把我给打昏了。是你主动放我走的，不然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弱女子，怎么能够对付2个男人呢？我还得多谢你呢，不然现在毁的就是我了。邓万邦、张英发，你们怎么说？我们俩都是非常仰慕张小姐，看到她的丫鬟来了这里，就以为张小姐她也在这里，所以才壮着胆子来了。谁曾想到，这里刚到这儿就被人给打昏了。那后来不知道怎么就那样了。云心罗，你出来！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为什么现在失身的会是我？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云心罗现在想杀了张如玉的心都有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要他张如玉认下，他云心罗就可以全身而退。张小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做啊。云心罗，你真不要脸！是你非要参加这个宴会，是你非要陷害林静然，想要抢人家的夫君，
是你非要让林静然与别人生米煮成熟饭，我真是有眼无珠，看错了你。我虽然喜欢温艳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除掉林静然。是你说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你现在不承认。张如玉，闭上你的臭嘴！云小姐不是这样的人，你可不要诬陷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来人名叫荣之贤，是京城荣国公府的世子，和云心罗青梅竹马。荣之贤对于云心罗喜欢别人不喜欢他很是介怀。张如玉，你真是活该呀！落到此等地步，也怨不了别人。云心罗，我看错你了。心罗，我看错你了。你不要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林静然的手中的。荣之贤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到了林静然，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贤哥哥，你在看什么？没什么，咱们走。荣之贤说完，不再理会他人，拉着云心罗离开了人群。张负责，你们的家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吧，我还有事儿，不奉陪了。所有的人都走了，今天的事情注定是个笑话。哎呀，也不知道师傅在干嘛，能不能替我扛住这掉下来的天呢？阿然，你在想什么？看这个云心罗的意思啊，他对你是势在必得，所以今年的秋闱一定要好好考，明年春闱，不然再等3年，怕是云心罗的势力我们将无法抗衡了。你放心，两格不是吃素的，他是京城人又如何？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我的势力也不小，想让我就范，也不看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反派果然是反派，这是一身的反骨啊，霸气。魏艳里心里很舒坦，反派又如何呢？只要林静然喜欢做什么都行。我们在京城还有师傅，还有悟空大师。对呀，悟空大师很神的。走吧，我们回家。明天不是木修啊，你怎么还要回去啊？这都很晚了，我不得送你回去吗？我请了1天假，明天不来了。啊，你有什么事啊？我怎么不知道？过几天就要秋闱报名了，我想问一下外公是怎么想的。哦，那是大事儿，得需要商量商量。转眼到了秋闱，林静然陪着温艳里和赵明志一起去府城。林静然比自己参加高考都紧张，生怕他们落下了什么东西，一遍一遍地给他们确认。等他们终于通过检查进入考场的那一刻，林静然才算是放下心来。夫人，你们2个来了，什么事情？夫人，京中传来消息，那个图案与皇家有关。与皇家有关？皇家有关？真的？具体说说。夫人，皇家的消息不好查，但是我们查到了。在30多年前，由于一场宫变，长公主府的世子被人给偷了，至今都杳无音讯。还有就在宫变的当晚，赵府的大小姐被人给偷走了，至今也下落不明。还有其他丢孩子的人家吗？啊，有，当时有7、8家都丢了孩子，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掩饰世子被偷的情况，有当官的，也有平民的，只是时间太久了，不好查。不急，慢慢查，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希望爹不是长公主的孩子，如果是的话，娘的出身就太低了，会不会被长公主给休了，都是2可之间。该死的林大狗，绝对不能让你这么痛快的就死了！你害我们担惊受怕，坐卧难安，必须让你尝尽世间的所有苦楚才能死去。皇家那块不用查了，不然引起皇家的注意就不好了。师妹，云心罗在京城有什么动向？没有，他每天打的都是出门会友的牌子，但是都是与京城各个官家的公子一起游玩，他在提高自己的市价。市价？干嘛？他要把自己给卖了？夫人，师妹的意思是云心罗在京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为的是把前段时间不在京城而落下的名气再捡回来。捡回来？京城第一才女的名气都是这样贴上去的？真是可笑。夫人，什么第一美女、第一才女都是花钱捧回来的，当不得真。好好给我盯着京城，
他们的所有情报都给我好好收着。云心罗没有表面那么简单，他藏得太深了，如果不注意，恐怕日后有麻烦。是。魏公，现在都考完了，咱们是回家等消息，还是在这儿等呀？反正这客栈也不要钱的。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有，咱们就回家了。他们一路游山玩水，轻松自在地回到了家。然然，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看到爹有些不高兴的样子？是爹哪里做的不对了？哥哥，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希望下一次我可以称呼你为温举人。爹，你这个样子有多少人见过啊？我没怎么出去过，没见过其他人的。爹，你的相貌在村里来说有些出众了，你要么表现得不近人情一些，要不把自己画丑一些。啊？为什么？我娘天天不在家，你把自己整这么好看，万一有人看上你了怎么办？不是给我娘添堵吗？那不行，我还指望着我的相貌能引起你娘的注意呢，怎么能隐藏呢？不行，你娘现在长得比你还好看，我要把自己整难看了，那会配不上你娘的。啥？娘这段时间也脱胎换骨啦？那行吧，既然是你们自己的情绪，那我就不掺和了。不过有一点啊，我可不能接受你来个什么小妾外室什么的啊。你爹现在我心中除了你娘，就是想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会拖你们后腿的。啊，我也相信爹是好爹，不过爹你长得太好看了，得注意一些，别让那些无脑的女人接近你的身，必要的时候要狠一些啊。咱们家现在内忧外患的，麻烦不断，还是要注意防范。两人辞别他们，离开桃花村。二嫂二哥，你们回来了，累了吧？快进来。让爹娘担心，是儿子不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阿燕哥哥，你回来了。发现从外面进来的是刘秀娥。难道怀孕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这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嘛！嫂子，之前是我不对，不该用那么恶毒的话说你，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燕烈哥哥，我为我之前的任性和对你造成的困扰道歉，以后不会了。还有，听说你参加秋闱了，我祝你梦想成真。燕烈哥哥，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希望下一次我可以称呼你为温举人。夫君，我们走吧。等一下。嫂子，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可以告诉我你怎么会变化如此之大吗？嫂子，之前我走进了牛角尖，自我成亲后，我夫君对我非常好。废话了，打之前报个名，说一下是为了谁来找我。自我成亲后，我夫君对我非常好，时常劝解于我，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任性和固执。而现在我终于认清了，我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也有被爱的权利，我也可以做个贤妻良母。林建然看着刘秀娥和她的男人离开了温家。拿去跟你三哥一起玩啊，看看喜欢什么自己拿，不喜欢呢就留着，以后给你的小伙伴们送礼。阿然，你这是？娘，玲珑现在是越来越大了，必须要让她多见好东西，不然的话，万一以后有人看上了玲珑，用小恩小惠的就把她给骗走了怎么办呀？所以啊，别管我们给玲珑什么东西，你都不要拦着，我们给的东西越多越好，以后她越不会被骗。玲珑有3个哥哥，也会有3个嫂子，如果我们都不能帮她打开眼界的话，你们以后有的受累了。不是所有的婆婆都像娘一样好的，自古姑嫂合得来的那是没有几个。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用大屏看，大屏看游戏直播刷抖音更爽更高清，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客户端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看着屋里人们的表现，点点头。他温家这样的日子可真好。这位朋友，不知道你跟了我这么久，到底想要做什么？这深山野林，孤男寡女的，做什么不想？可以劫财，也可以劫色呀。别废话了，打之前报个名，说一下是为了谁来找我。听这意思，你这是得罪了不少人啊，连我是谁派来的都不知道。男人拿着刀，女人拿着棍儿，冲到一处打在了一起。但是男人发现了一个问题，
女人的招式很是眼熟，就像是她经常看到的一样。住手！舅舅，师傅，他是谁啊？阿然，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阿飞，这次幸亏你没有伤着阿然，不然我打断你的腿。为什么我这嫡亲的舅舅对一个小姑娘这么好？阿然是我的徒弟，是你的师妹，她成亲了，以后她就是你妹妹。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不在京城待着，来到这乡下小地方干嘛来了？不要告诉我你就是想找你师妹切磋啊！我想说实话，可是不敢啊。我要真说了实话，那屁股会不会直接开花？看你师妹干哈呀？还不赶紧说！吴永飞将前因后果给他舅舅讲了一遍。不错，这次总算是长个脑子，知道事先打听一下。这次但凡你动一点杀心，让安然受了伤，我就告诉你爹，让你马上回去面对那糟心的一家子。舅舅，那我可不可以在小师妹这里住几天，和她切磋一下功夫？不行，我不同意。撇开那个样貌不提，就说这功夫，吴永飞可就起了兴致。朋友，不知你从哪里来，为什么非要留在我家？谁想留在你家？我是想留在小师妹身边。师傅，他是谁？他是我外甥吴永飞。啊，原来是兄弟啊！幸会幸会，我是师傅的徒弟，也是小师妹的夫君，欢迎你来我家做客。师傅，两事加起来我做你20年的徒弟了，你怎么考教的越来越严了呀？你没有考虑到你徒弟我不能承受你的酷刑吗？然然，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在现代，我马上就要功德圆满，白日飞升，但是却来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前世的繁华，但是这里的环境呢太适合你了，所以不加大力度的操练你，这怎么对得起我这一趟古代之行呢？还有啊，你做了我20年的徒弟啊，我却当了你40多年的师傅啊，不好好的让你练功，这耽误的20年怎么办？有句话怎么说的？有危险的时候，师傅是安全的，可是安全的时候，师傅就是最大的危险。这结果嘛，也算是及格了，继续努力啊！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走远后，空中还飘来一句话：早点进京。温秀才，大喜大喜啊！县里来人了。林继然走出来，果然听到从村外传来了锣鼓之声，还伴随着鞭炮齐鸣，真是热闹非凡。温彦礼站在门口，县里的衙役急忙上前行礼。恭喜温举人，贺喜温举人，温举人夺得秋闱头名妓员。衙役将手中的证明文书双手送到温彦礼的面前。韩窗苦读10几年，得中头名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可以全村共喜的事情。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啊。娘，我岳母没有来吗？啊，府衙来人了，村子里来人叫你岳母回家了。你外公中了举人36，燕怀、燕叔，把这些小心意给大家先发一下，让大家先沾一沾咱们家的喜气。温大柱和村长坐在温家的院子里，商量着如何庆祝这天大的喜事儿。不用担心，有村长在呢。实在不行，咱们不在村里住了。一个举人在什么地方都是受人欢迎的。明天摆一天，让全村人都来温家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外公怎么样了，赵家人会不会来为难外公啊？袁氏看在眼里，温彦礼也看在眼里。袁氏冲着温彦礼施了一个眼色。安然，咱们要不要去桃花村看看？真的吗？真的，走，我们套车去。娘，怎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不高兴啊？阿然，你们怎么过来了？家里不忙吗？怎么把家里人都给撇下了？娘，我在家里有些心绪不宁，想过来看看，是不是他们又找外公了？张秀兰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赵家人真是无耻，有好处就上，没好处就踢。你不用担心，有村长在呢。实在不行，咱们不在村里住了。一个举人在什么地方都是受人欢迎的。明智叔啊，之前是我们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都过来道歉了，你就原谅我们吧啊！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必须要在一个族谱的。赵组长，你也是来恭喜我外公中举的吗？那可真是太好了。这中举啊是一个村子的大事儿，赵组长能够舍下面子来到我家，证明组长也是个有度量的人呀。林建然知道今天谁说都不合适，林大海毕竟没有入赘，他要开口必定有人讥讽。阿季是个孩子，说话没有分量，他娘更是不行，估计别人都不会让他开口。而他不一样，他是温艳里的妻子，现在还是举人的妻子了。他说话，别人看在温艳里的面子上，心里不高兴也不会怼他。这样吧，既然赵组长来了，那就一起商量一下，我外公要不要在村里面摆宴席？如果要的话，定个日子，到时候我和夫君一起过来镇场子。如果不需要摆宴席的话，那大家的恭喜我们也收到了，大家都挺忙的，各位就请回吧。赵组长本来想着让赵家族人轮番着说教赵明志，却没有想到他不开口，被林建然几句话给大家撅回去了。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谁说阿忍没有开口的份儿啊？两句几乎一样的话从两个人的口中说出。赵组长，我哪里说错了话，你给指出来，我要是说错了一定会改的，你说是吧，于村长？冉丫头，你说的没有错，今天我们就应该说一些恭喜的话，然后再商量一下摆不摆宴席的事儿，其他的事情不适合在今天说。林静然，你是个出嫁的女儿，还是个外姓女儿，就不要掺和我桃花村的事情了。原来说话的人是温艳里的前未婚妻赵大花是吧？明智叔，我所言都是为赵家子孙该说的，你不用表扬我，不然我会骄傲的。赵明志冲他笑了笑，狠狠地打了他一下。赵明志，你居然敢打我，你知不知道我是族长的亲孙女，我马上就成为富太太了。今天开始，我赵明志搬离桃花村，不再是桃花村的村民。还没有爬起来的村长一听赵明志这样说，立马抱住他的腿。赵举人，你不能走，他赵家不想当人，我可以把他们统统赶出去。赵举人，你不能走啊！赵家人自私自利，是没有开化的，我们在赵夫子的教导下都是很明事理的。对呀，赵家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当赵举人是家人，要不然这么多年赵举人也不能没上过族谱。他们赵家人无情无义，赵举人是不能回去的。就是，赵夫子这么多年可不只是教了赵家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受过赵夫子的恩惠的，我们不能没有良心。有用时是赵家人，没用时就不是赵家人，说他们没有开化一点都不过分。村民的嘀嘀咕咕让赵家人脸色涨红。大家都停一下，听我一言。不管以前赵家是如何对我外公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再追究了。但是现在我外公已经不是赵家人了，他的所有行为都与赵家无关。赵家想让我外公入族，无非是因为族中出了一个祖人，是可以在县城都能吹牛的事情。但是最不可以原谅的是赵组长和赵大花。赵大花看上了县城书肆的老板，他急于要一个举人身份的亲人来抬高分量而嫁入豪门。我外公在桃花村生活了快50年了，对这个村子感情很深。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说出离开村子的话的。阿然，劝劝你外公，他不能离开村子呀。如果他离开了，村子将会背上什么骂名，会出现什么后果，没人会知道，我们也承受不住那样的后果。村长，你放心，我外公对村子是有感情的，只要大家真心的留他，他是不会舍得离开的。而在这个时候，赵明志转过头来，一脸深情地看着村民。我赵明志在村子里生活了半辈子，怎么会舍得离开这里呀？留下来吧，留下来吧。夫人，不知此次进京可有要事？林掌柜，我们这次是秘密进京，不用让别人知道。夫人放心，不会有人来打扰的。银楼的情况如何呀？夫人，银楼刚刚开业，热度还没有过去，这几天效益还不错。
前几天吴少爷把东西捎过来，我已经让银楼的师傅慢慢在做了，而且其中也夹着我设计的一些图样。很好，做得不错，等年底给你双倍奖金。云心罗已经知道青龙山的事已失败，并且已经联系过京中其他的杀手阁，他对夫人应该还会再下杀手。前几天云心罗派人到平阳县，把林大河的女儿买到了府中，并给了林大河一笔银子，看样子是要扶持他一样。还有，他找人与陆文臣联系了，想要从陆家暗地里给温林两家使坏。哎，这云心罗真是一个狗皮膏药，贴上去就下不来了。可是林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以为可以让林家对付我们，却不知道林家也可能会是他们云家的覆灭呀。王两明白，如果林大海真是长公主的儿子，就凭他帮助林家这件事儿，长公主都会让云家翻不了身。长公主现在病了，正在四处求医，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长公主是思念成疾，是心病，只要世子回来，她可无药自愈。任何人失去了儿子都会思念成疾，但愿他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儿子。夫人，你不试一下吗？万一你父亲是长公主的儿子呢？我父亲不会是他的儿子，以后不要再说了。我爹如果是长公子的儿子，那才麻烦呢。多年未见，谁知道亲还是不亲啊？这个世界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人太多了。如果我有权有势，他何至有这样的顾虑？所以阿染宁可不让他弟认亲，也不想冒险把他们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是对的。不管岳父找不找亲人，我都是你最亲的亲人。冉冉，别想那些不相干的人，你要看到你周围还有这么多在乎你的、想要你幸福的人。你要试着相信我，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我不要只做你的夫君，我要做你的爱人，你的心上人。我们还要一起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空空，扫描一下云家的地形，传到我的脑中。温彦礼把空空从空间中拽了出来，让他扫描云家，势必不能给云家留下火种。等不了1刻钟，温彦礼的脑中出现了云家的布置图，包括大小库房以及厨房所在。云家的库房有好几个，两人首先来到最大的那个，林噤然也没有客气，直接上手全部装进了自己的空间。两人依次把各个大小库房都转了一个遍，最后把几房妻妾的嫁妆都给搬空了，更没有放过云心罗的私人财产。林噤然特意转到了厨房，把厨房的食材全部拿走，连个菜叶子都没给他们留下。两人将要离开云家时，林噤然突然不走了。温彦礼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还有哪个地方没有去到吗？你在这里等着，我去一趟云心罗的房间。我和你一起去。你要去？难道你想看他睡觉的样子，还是想看他不穿衣服的样子？你乱想什么？这一辈子我只会看你睡觉的样子，这一辈子我只会看你睡觉的样子，也只会看你未着寸缕的样子。别人在我面前就是红粉骷髅，我在外面给你把风，你一个人进去一定要小心一些。我怎么会去看别人的身体？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除了阿忍，其他人在我眼里和褪了毛的猪没有区别。林噤然进入云心罗的房间啊，从云心罗的房间布置就能看出来，她是一个张扬的女人。怪不得前世那么喜欢温彦礼，因为温彦礼不仅给了她无上的地位，也给了她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这样的女人如果有一天低入尘埃，不知道会不会承受不住落差而自杀呀。看着床上睡得一脸恬静的云心罗，林噤然怎么也不能够想象，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为什么会如此狠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林噤然，你个小贱人，怎么不去死啊？温彦礼是我的，温彦礼是我的，他前世今生都是我的，我的。云心罗似乎在梦中很是激动，手开始无意识的挥动，他挥到了林噤然的手上，结果林噤然手中的药全部洒在了他自己的脸上。这可不怪我啊，本来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给你撒药，没有想到你自己一语中整洒了。这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呀，看来老天都不想放过你。
林建然想明白之后，把云心罗的房间内值钱的东西都收了起来，然后转身离去。哟，这不是吴家大少爷吗？你一个学渣也来国子监？你以为国子监连你这种人都收吗？别被人给笑死！你这种人是怎么有脸来到国子监这种地方嘲笑别人的？自己长得什么样不知道吗？这位姑娘你好，在下是兵部侍郎府的云俊良，不知姑娘还否赐下名字？吴师兄，京中几个兵部侍郎？2个，一个兵部左侍郎，一个兵部右侍郎。不过这人就是你想的那个兵部侍郎。云心罗有这样一个哥哥，她真的能成为京城第一美女，总不会是她家的美貌都长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吧？姑娘，在下与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人？还有这个吴永飞可是个草包，你离他那么近，小心自己被感染了。关你屁事！哼，有辱斯文。有辱斯文？你可真是斯文败类呢。哎，吴师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姑娘？难道她们都是来送人的？哎呀，师妹，我忘记跟你说了，今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单独设立了一个女子班级，教一些女子的课业，你要不要报名？书里也没有这一出啊，怎么还办上了女子班级啊？是谁主张办的？长公主前几天进宫面圣，皇上同意的。各位学子，从今天开始，国子监开始报名。从今天开始，国子监开始报名。报名时间为5天，从第6天开始，所有报名的学子进入国子监进行考试，合格者方能进入国子监读书。报名的队伍进行得很快，不一会儿，温彦礼和冯云就回来了，看样子都是报上了名。吴师兄，你不报名吗？我不报名。你不会真是那个什么云俊良说的那个学渣吧？瞎说什么呢？我去年就进了国子监，只是一直没有上课。过几天我和你们一起上课。师父，几位施主到了。女施主，好久不见。几位施主，老衲有礼了。几位施主，老衲请各位前来，有一事不明，想要当面验证。不瞒各位，陈王在年前到我的飞去寺去过，我算到他有一个死结，但是死结中只有一丝微弱的生机。前段时间我遇见陈王，见他身上的死结已消，发现解他死结之人与我有缘。悟空大师的话让温彦礼有些担心，陈王好像是被阿染给救过，但是那陈王的死结会不会跑到阿染的身上？我无意中救下的一个人，竟然还帮他解了死结。从陈王的身上，我算到有缘之人即将来到京城，所以我才请国师大人传达一下我的意思，请各位前来一叙。我去，我师父竟然是国师，这个消息太劲爆了吧！没有想到师父的身份如此之高。在各位施主来之前，我竟然算不出各位的未来，所以才觉得奇怪。各位不要觉得我是无聊，我要说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宣国将有一场大难，而解救之法就系在各位施主身上。悟空大师，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可不要编故事吓唬人。出家人不大狂语。林静然也没有想到悟空大师给他们几个人这么高的定位，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这个格调有点高啊。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危难来临之时才能救国救民？事先找出原因，杜绝一下不是更好吗？毕竟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永远比亡羊补牢，死后验尸更好啊。女施主，我们不能改变既定的事实，只能让它自由发展，等到合适的时候才能出手相救。悟空大师，
我听说出家之人常常心怀慈悲，救人于危难之间，是因为危难来了再救人，更能让人记住佛祖的恩惠吗？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佛祖不好啊，有危难肯定是为官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不作为造成了灾难，让国家来背，让百姓来背，这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好，说得好，小姑娘果然见识不凡，这种言论还没有哪一个人敢于直面相谈。冲动是魔鬼啊，我果然不应该生活在古代，在这个言论不自由的时代，一个不小心命可能就要不保啊。我的天哪，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跟我这么像啊？她再年轻个几十年肯定是和我一样的，我到了她这个年龄也会是这个样子吧？是长公主，实锤了，我爹肯定是长公主的儿子。林嫣然惊讶了一瞬间，连忙低下了头，她怕长公主看到她的容颜，可是一进门就直视着她的长公主，怎么能够忽视掉她的容颜呢？怎么能够看不见她眼里的惊讶呀？这个孩子就是我血脉的传承，一见到他我就觉得亲切，想要去亲近他。如果不是血脉激进，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你说的对，国家的危难都是当权者无能造成的，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是对的。随着长公主一起进来的还有宣浩辰和宣心言，两人一见到林嫣然都心生喜悦。见过长公主。不必多礼。阿然，你果然进京了，我就知道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见过公主。你也和别人一样，嘴里叫着公主，内心离我很远。公主礼不可废。好了，你们在私下称呼彼此的名字就好。阿然，我听说你父亲不是你爷爷的亲生儿子，有没有想过找一下他的亲生父母？你怎么不直接问我要不要认你呀？长公主，林家爷爷说了，我爹是他仇人的儿子，他什么信息都不会透露，所以找得很难。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如果亲生父母与林家爷爷奶奶一样，那我爹娘的生活肯定会生不如死，有不如没有。哦，还有，如果他的亲人地位很高，想让他与我娘和离，那我们岂不是成了爹娘不全的孩子？那不是更可怜？如果他们看不上我娘的出身，想要给我爹纳妾，那我娘岂不是很难受？我没有养育他们，也就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婆媳自来难处，孙女的想法有道理，他们如果相认，地位是高了，但很可能生活不再幸福。你娘是什么出身？我外公之前是个秀才，后来外婆去世了，外公一个人拉扯我娘长大，再也没有向上考过。不过今年我外公参加了秋闱，中了举人，明年还会参加春闱，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中进士。举人也好，进士也罢，总算是个书香门第，不做官的话也算是个清流。后来长公主又问了一些他们家的事情，知道了他有一个弟弟，也知道了他们家开了一个成衣店。阿然，假如你爹的亲人不会犯你之前所说的那些事，你会让他们相认吗？长公主，我爹的亲人也不会那么容易找到的，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出现，但是如果出现了，那认不认的要看他们彼此的意愿吧，毕竟失散了30多年，彼此之间的隔阂肯定是有的。阿然，你应该也知道了吧，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也不知道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否愿意认下我。长公主，您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如果您的儿子见了您，应该不会拒绝您的亲近，但是只要彼此真心，应该会认的吧，毕竟感情都是会慢慢培养的。在他看来，只要拿下了林嫣然，他的儿子是不会不认他的。阿然，我知道浩辰给你报了国子监的名，你也不要怪他自作主张，其实是我授意的，主考官是我，
不管成绩如何，你一定会被录取。呀，这不是吴大公子吗？怎么，你也来参加国子监考试？云俊良，你还好意思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本公子去年就是国子监的监生，今年还有必要再考吗？也不知道你那个四方脑袋里装的是不是都是浆糊。阿飞，家兄不善言辞，你还是不要欺负他为好。师兄，你的名字还挺奇葩的呀，阿飞。云小姐，你还是正常一点，要不叫我吴永飞，要不叫我吴公子。阿飞这个词儿实在不适合出现在你的口中。我们不是朋友吗？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疏了？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云心罗，你挺能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呀。我们什么时候是过朋友啊？之前咱们只能算得上不是仇人，而现在怕是离仇人不远了。吴公子，你这么说话就有些过分了。之前星罗姐姐还帮过你，你怎么可以如此不给星罗姐姐面子？你都多大了，怎么还是不长脑子啊？他云心罗是帮过我，可我已经还了人情，还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怎么，你们关系那么好，他没有与你说过？而且他此时似乎也觉得云心罗并没有表面的那么无害。监考的夫子们让女孩子们依次进入国子监，从后花园里转了一圈，十之八九都被淘汰了。长公主坐在一个假山上，看着从面前经过的女孩子，不顺眼的全部淘汰。第二关过去后，现场只剩下了40个人。第3关有些难，让人画画。这一关算是有些女工的意思了。长公主一直关注着林静然，当她看到林静然画的是全家福的时候，眼睛有些发热，那都是她的亲人啊。林静然，这幅画儿可不可以送给我？林静然，长公主看上了你的画，那是你的荣幸，你怎么可以迟疑呢？这是对长公主的不敬。云心罗，你给我闭嘴！你有什么资格替本公主做决定？长公主，这幅画是民女自家的全家福，如果长公主喜欢的话，送给长公主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幅画有很大的留白，民女还想着以后再加人。你以后想要加人时，来长公主府添加就是。过来拿一个录取证明，明天来国子监报到。你手中的首饰我相中了，我出高价买。云心罗，你还真是喜欢抢我的东西啊！只是我也很喜欢，不想让给你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东西我都挑好了，这位姑娘非要买我手中的东西，还要出双倍的价格，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这位姑娘，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先来后到嘛。要不你还是看一下其他款式吧。你放心，我们这边都是单款，不管买哪一个都不会与人撞款的。掌柜的，不是还有一句话吗？价高者得，那我们竞价便是；价高者得，那我们竞价便是。不合常理啊，我们没有这么干过。今天开个头，以后也可以如此啊。林静然，你是不是不敢与我竞争？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应该没那么多银子吧？好，这个首饰我很喜欢，但是如果你恶性竞争，最后又不要了，我可是会看不起你的。这个首饰是我们老板最新设计的，市面上还没有，现在售价200两银子。400两。401两。500两。501两。林静然，你是不是想捣乱？怎么能1两1两的加呢？掌柜的，不可以加1两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竞拍还是多加一点的好。600两。602两。林静然，你是不是没钱了？怎么改为加2两了？1000两。这个价格也超出了云心罗的承受能力，一旦他放弃了，好像温艳里也可以放弃一样，那怎么行？你赢了。哼，月姨付钱。云心罗回头观看，这才发现周月姨不见了。掌柜的，刚才的那个姑娘去哪儿了？姑娘，不好意思，我一直在看2位姑娘竞价，没有注意旁人。刚才那位姑娘好像是肚子不舒服，提前走了。走之前想与你说话，但是你不理人家。云心罗，你不会是没有银子付账吧？
你还说我没钱，现在竟然自己没钱付账了。掌柜的，这算不算是恶性竞争啊？云小姐，你这事儿做的可不地道啊！本来我们不想竞价，你非要让我们搞什么第一次，现在没有钱付账，你这不是在坑我们吗？你不能因为自己是侍郎之女就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百姓吧？你可不能这样欺负我们，不然我必定要到京兆府尹告状。胡说什么？谁说我不付银子了？把东西送到云家，自然会有人付银子的。你还是不要为难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兵部侍郎府我们哪儿敢去啊？万一到了那里你们不认账，我们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你还是让你的丫鬟回家拿钱吧。我今天没有带丫鬟。哪位好心人帮忙找一下云家的当家人，我这里有1两银子相送。立刻就有那跑得快的人拿了林掌柜手里的银子跑去云家了。等了有半个时辰，送信的人和云家大管家一同来了，把银子放下，带着云心罗和首饰走了。哈然，我知道你是我宣宁真的孙女儿，我想知道你迟迟不认我，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可不可以与我说说你心中所想呢？假如你要寻找的亲人可能不会为你长脸，甚至可能让你抬不起头来，你也愿意把他们认回去吗？只要我看得起自己的孩子，别人的言语算个屁。更何况谁说你父母无能？我的孙女儿如此漂亮，真是便宜了温彦礼那小子。这样的长公主真是好亲切，我还真的有些喜欢。哈然，你还是不愿意叫我一声祖母吗？长公主在林静然打开布包时眼睛就瞪大了，因为里面那个东西她太熟悉了。30多年了，没有想到今天我还能看到。阿然，这就是你父亲的玉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的玉佩，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父亲身上看到过。我父亲在林家过的日子，不是我们一家4口在林家过的日子，都与奴隶无异，所以我父亲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但是我无意间见到林老头拿出来，说这是我父亲最后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了。就因为它太过珍贵，卖是不敢的，毁掉又舍不得。我有次与他孙女起了争执，他孙女无意中透露我父亲是他们家仇人的儿子。林老头觉得如果此物再留着，可能会毁了林家。我在他毁掉之前，我给偷了出来。长公主听到林继染没有什么感情的诉说，脑海中全是他们一家被虐待的场景，心中愤怒怎么也压不住。阿然，我要让林家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死太便宜他们了，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的活着。阿然，你还是不想叫我一声祖母吗？我这一生没有人叫过我娘，没有人叫过我母亲，也没有人叫过我祖母。林继然感觉心像是被人戳了一下，生疼生疼的，他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祖母。轻轻柔柔的声音，软软糯糯。哎，长公主上前一步抱住林继然。阿然，我们什么时候去接你爹娘和弟弟？祖母，我自从知道爹爹不是他们亲生的开始，便建议他习文练字。我来之前，外公说他的学问可以参加童生试，所以祖母最好让我父亲考上了秀才再接回来。你父亲愿意习文，不愿意习武？祖母，虽然他本身是有一些功夫的，不过即使他有功夫，我也不想让他当将军。我不想父亲前半生受尽折磨，后半生战死沙场，所以让他习文是我的私心。原来从阿染发现成儿不是那家人亲生的开始，便安排好了所有人的出路，他自己的，他母亲的，他父亲的，林心计的，甚至还有他外公的。哈然，你说的对，你父亲确实不该走武官之路。作为我宣宁真的儿子，即使赋闲在家，也一样可以风光一生。祖母，你不要觉得我林家没有保家卫国之心。父亲年龄大了，弟弟又太小，保家卫国由我林继染即可。好，
贾行之是我师傅。师傅，快出来！天气这么冷，你跑什么？也不怕摔个跟头？见过师傅，前辈。见过师傅，前辈。哎呀，行之，你这个小徒弟挺好玩的呀，要不要借我玩2天？胡说八道什么呀？冉冉是我当闺女养着的，又不是玩具。哎，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也知道，我那儿就几个不成器的儿子，生了几个孙子也还太小。还有啊，我家那个老太婆天天念叨着没有女儿在身旁，所以借给我2天，让我带回去哄老太婆开心。没悟空，你有本事自己生啊，没本事拉倒，就别小抢我的闺女。你这是徒弟，也不是你生的，你也是个没本事的。我好歹还有几个儿子。哼，我有2个徒弟，相当于有1儿1女，我儿女双全，怎么都比你强？师傅，我还没有吃早饭呢，我饿了。怎么不吃早饭？是不是家中没给你做呢？下回我看到他一定要罚他。不是仲伯的错，是我想早点看到师傅，不想在家吃饭。先去吃饭。你也是他徒弟，看他这样宠着他，你不吃醋？阿冉是我妻子，我也宠着她。她成亲了，还是嫁给你？哎呀，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吴浩空，你不是说要走吗？怎么又跟进来了？把你徒弟借我2天吧。你想都不要想。前辈，您要是能说服我师傅，我倒不是不可以找梅夫人谈谈心的。既然阿冉同情梅夫人，我也不是那么可恶之人啊。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我的条件是，阿冉如果有什么要求，你一定要答应。外公，家里都好吗？我爹和阿季2个人的学问怎么样了？哎呀，他们都挺好的，过段时间的院试没有问题，名次不敢确定，但秀才呀，一定能拿到手。他爹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能中了秀才他就很满意了。再过几年再中个举人，那就更好了。哎，阿冉呀，阿季给你写了一封信，有一些话他不想让我带，说要把想说的话写在信里。嘿嘿，还说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林老头一家现在有些乱，林大河每天只听那个小妾的话，虽然也去学书院，但成绩一再下滑，林家已经没有能力供几个孩子念书了。林老头可以清醒着看着他们家一步一步落败，却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一定很刺激吧。原主前世的死，他们林家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阿冉对以前的生活怨念太深，既然阿冉如此痛恨他们，那不好意思了，林家没有必要再起来了。冉，你告诉我，那个云心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温艳里？师傅，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本书，我们都是书里的配角，我应该是出场就死了，而你在书里面就没有出现过。我在书里没有出现过，那我干嘛去了？死了吗？哎，师傅，别急别急，我也说了那是在书里面嘛，现在既然咱们都在，那就说明与书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听我继续往下说啊。师傅，这本书是我之前看过的一本书，书里面的我成亲第2天就被陷害了，第5、6天的时候就自杀了。温艳里遭遇也不怎么好，后来温艳里到了京城和云心罗成亲了，所以我怀疑现在的云心罗是重生的。你和温艳里前世就是夫妻，他凭什么不服？上一世他虽然与温艳里成亲了，但是一直都是名义上的，所以现在他才这么执着于温艳里。你和温艳里前世就是夫妻，他凭什么不服啊？师傅，在书中你家徒弟只活了1章就死了，人家云心罗怎么会承认呢？还有啊，人家的父亲是兵部侍郎，那官职可是很大的，而我父亲只是一个乡下的一个种田的泥腿子，
还是一个不被父母喜欢的人，想要整死我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厉害的师傅。还是师傅重要，父亲什么的太不给力了。师傅，他们蛇鼠一窝，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所以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师傅，你会支持我的吧？虽然阿燕作为你的夫君，我仍是不太满意，所以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师傅，你会支持我的吧？虽然阿燕作为你的夫君，我仍是不太满意。如果别人来抢啊，我还是不乐意的。想抢我的徒弟，也不看我老头子同意不同意。谢谢师傅。师傅，你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呀？那个云心罗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后招。你把是我徒弟这件事儿一说，谁还敢对付你啊？师傅，我是不是还没有跟您说过长公主是我祖母这件事儿？你是没有说过，但是你师傅是瞎子吗？你与长公主年轻的时候如何想，她又对你这么好，谁不会多想一下啊？啊，那多想的人会不会很多呀？你以为长公主那么平易近人的吗？是人人都能见得到的吗？而你又不是经常出现在人前。林飞鸿，你还有没有折磨林静然的办法？小姐，自古就是主母管小妾之说，不然咱们想办法把林静然从主母的位置上拉下来，让她变成妾，到时还不任由小姐柔圆搓扁？以我的家世，当温宴里的正妻应该没有问题。让林静然当个小妾，又不让她休了林静然，这温宴里应该会同意吧？哼，只要我成了正妻，林静然就别想有好日子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温宴里知道我对他的仕途非常有帮助，只要他娶了我，未来的日子必会平步青云。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前世。阿罗啊，一个梦而已，当不得真的。爹，这次的春闱会员是温燕里，你是不是有什么要求？温燕里会是殿试头名，我想嫁给温燕里。爹，温燕里会是未来的权臣。温燕里好像有妻子，你总不能给她做妾吧？只要让皇上知道我可以预知，那温燕里的正妻不是手到擒来吗？你让人从平阳县带来的那个林飞鸿与林静然是什么关系？云心罗把两家之间的纠葛说了一遍。去，派人把林老头一家都接来京城，我要让林静然一家永无翻身之地。是，爹。中了吗？中了，中了，都中了。咱们家的几个举人都成了共士。林静然以及他们参加会议室的人都放下心来，只要中了共士，那进士也就准了。小姐，各位少爷，今年有个奇怪的现象，会试上榜的人比往年少了有近1/3。除了温彦礼，其他几人都不知道，其实是林静然救了他们。你们都得感谢阿冉，不是他让我们在家待着，说不定你们现在都是榜上无名。温彦礼太坏了，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让他们不但给我干了活，还得感谢我。哎呦，他可真是太狗了。公母，他是……长公主笑了笑，点点头，但是她却说：皇上，这个等会儿再说。这堂前是怎么回事？本宫看着好生热闹。温彦礼抬头看了一眼林静然，目光有些移不开。长公主今天把林静然打扮得像个天仙。啊，公母，朕也正在审问呢。云大人说，新科状元的妻族不敬父母，不配为状元夫人，要让朕出面帮他们和离。哦，那新科状元同意了？啊，没有。新科状元与他家娘子感情甚好，也对他家外公甚是孝顺。啊，公母请看，他们在一起跪着呢。皇上，你这是相信了林家人所言？皇上一愣，
他家姑母怎么知道人家姓林？阿然，过来，给皇上跪下，说一下你在林家过的生活。林继冉点点头，他明白长公主的意思，先诉苦，再认亲。吾皇在上，民妇林继冉叩见皇上。民妇乃是温彦礼的妻子，林大狗二儿子林大海的女儿。林继冉的话说完，在场所有的人都傻眼了，尤其是皇上。姑母，这……皇上稍安勿躁，听阿然慢慢讲来。文武百官听到长公主这样说，又看到林继冉长得与长公主如此相似，都在心中画了一个问号。林家爷爷，现在我在场，你还要坚持刚才你说的说辞吗？如果你如实讲来，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如果你还是坚持你的说辞，我就要向皇上如实禀报了。林继冉，你不要问他，你们也不能串供，你如实讲来就是。皇上心说，看着姑母这意思，这姑娘与姑母是脱不开关系的，那就与自己也有关系。皇上，民妇生在下河村，长在下河村，从记事起，目之所及都是我父母在劳作，林家大伯和林家小叔从来都没有干过活，林家的哥哥姐姐也从来没有下过地。林继冉，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们怎么没有下过地？哼，大胆刁民，朕没有开口相问，谁让你说话的？来人，掌嘴！他愣了一下，还没有求饶，就来了几个太监，噼里啪啦的打了几掌，然后就退了下去。这下林家几个人还想说话的，连个屁都不敢放了。太他母亲的解气了！这皇上要是能让人打云心罗就好了。一会儿试一下有没有机会。我爹在林家的30多年，除了干活挣钱，没有休息过一天。林家为大伯娶了亲，为小叔娶了亲，却唯独不给我爹娶亲。而我娘亲是我爹自己在山中救下的女子，本来我娘亲在赵家是独生女儿，我外公想为我娘招婿，但是林家不同意，又因为我爹救了我娘，所以我外公只得将我娘亲嫁到了林家。爹救了我娘，所以我外公只得将我娘亲嫁到了林家。可是林家从来没有善待过我娘亲一天。如果不是我天生神力，我应该早就死在了林家超负荷的劳作中。如果不是我天天背着弟弟干活，恐怕我弟弟早早就死在了林家的虐待中。各位林家的亲人，我说的可有一点不实之处？林家众人谁都不言语，在场众人都明白了，林继冉说的一点虚话都没有。皇上，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我爹说过，家里孩子多了，父母一碗水端不平也是有的，所以我爹委屈了我娘，委屈了我们姐弟，却养大了他们林家一家人的胃口。去年2月，温彦礼在书院中中毒昏迷，原定的妻子反悔退婚，林家奶奶将我迷昏，卖给了温家冲喜。好在我过去之后，温彦礼醒了，但是在我嫁到温家的时候，林家竟然又把我爹赶到深山去打猎，然后趁此机会要卖了我弟弟。是在我嫁到温家的时候，林家竟然又把我爹赶到深山去打猎，然后趁此机会要卖了我弟弟。各位大人们，你们家里有这样的亲人吗？有吗？阿然，不哭了，这样的家人哪里是亲人，那是仇人呀。一句话直接让林大狗一家倒地不起。多亏我婆婆不计较我是一个冲喜的媳妇儿，对我就像女儿一样，所以在有人来报信儿我弟弟要被卖的时候，是他们和我一起到了林家。我到林家时，我娘亲正被林前世用棍子殴打。各位大人，谁家的婆婆教训人用棍子的？那不是教训，那是把人往死里打呀！林继冉哽咽了，他哭原主一家的不幸，哭林家一家人的狠毒，也恨云永志，是他让自己把心中的黑暗又翻了出来。皇上，我家阿冉实在是受了太多委屈了，你可不能让他再受委屈。皇上点点头，自家孩子没问题。皇上，我救下了要被卖的弟弟，
想要请大夫为我娘亲医治。这个时候，我爹从外面被人抬了回来，他的腿断了。林家人不但不给治，还把人给分出去了，跟净身出户都无异了。后来林前世到我爹娘家里闹事儿，传出我爹不是林家儿子的事情，也得到了林大狗的承认。于是我爹离开了下河村，到了桃花村。后来是温家出钱为我爹治腿的，虽然钱是我挣的，但是温家没有阻止，我很感激。后来我爹在我外公的教导下，在养病期间开始学习，现在他已经是秀才了，而我的弟弟现在也是秀才了。在场的人都非常震惊，林大海这么聪明吗？只用了几个月就成了秀才，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一家用实力证明，林家耽误了他们林大海一家。林晋然也用实力证明了他非常配得上温艳丽。虽然林晋然可以配得上温艳丽，但是我女儿心悦温艳丽，还请皇上成全我家小女的一片痴情啊！皇上，人家有妻，你怎么可以做这个坏人呢？皇上一听也对，自家的孩子不能委屈。袁爱卿啊，虽然你家女儿有爱慕之心，奈何人家新科状元不想再娶，朕不能做这个坏人的。皇上，我家小女可以预知前世，前世她与温艳丽就是夫妻，今世怎可拆散？说起来，还是林晋然拆散了他们的姻缘呀。皇上，此言绝不可信。历来只有向前走，时间何曾回过头？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时间回了头，也说明前面所走的路上天不满意，他想要改正。这种事儿万不可信，但是万一是真的呢？所以云家姑娘谁都不能嫁，她的退路不是出家就是死亡。皇上在一瞬间内便定了云新罗的后半生。云新罗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爹的一句话，断送了他本来可以有的婚姻。皇上，今天我带阿染过来，是有一件喜事要说。皇上，林大海是我流落在外的儿子，这林晋然是我嫡亲的孙女儿。众人震惊，尤其是云新罗。什么？林晋然是长公主的孙女？我真应该早点把她整死。啊，我明白了，前世的林晋然死在那场算计中，现在的林晋然肯定也重生了，也知道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所以才会有今生再也不可控的局面。啊，天哪，怎么办？我与温艳丽再也无可能，即使为妾也不可能了。长公主，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她来京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一直不说？是不是想耍着我们玩？这样的女人其心可诛。云新罗，到了现在你还想要搞坏我家阿染的名声，其心更可诛。我们认不认亲与你有什么关系？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如果知道了，肯定不会明面对付我家阿染，应该改为暗地里施为吧。人家都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要是转到暗处，我家阿染在京城也没个实力，不得被你活活害死吗？还有，之所以不认亲，是怕京城这些个爱嚼舌头的人说我们家孩子和亲家功名不实。众人看着傲娇的长公主，这才想起来，人家林晋然夫君是状元，外公是2榜进士，这是一般人家能比的吗？还有与人家同住的人都是1甲和2甲，这太了不起了。阿染，还不来拜见你的皇伯父？林晋然向前走了几步，跪在皇上的脚下，真情实意地磕了3个头。阿染见过皇伯父。哈哈哈，好侄女儿，快起来，快起来！今天先这样，等我那表弟进京了，你们一家再进行封赏。众人都上前恭喜皇上，恭喜长公主，恭喜林晋然，也有人来恭喜温艳丽和赵明志。
总之，琼林宴热闹非常。皇上，要不要把浩辰和心妍叫来？阿冉还是浩辰的救命恩人，臣妾一直想当面谢过阿冉，最终是没有机会。皇上，您可不能委屈了阿冉，不然臣妾可不依。放心放心，我心中有了成算，咱家阿冉呐，逃不掉一个郡主之位。陈王到，七公主到。表妹，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我表妹，我在平阳县就感觉到了，我们一定是亲人。小七，你过来，你与我好好说说，在平阳县是什么意思？这个不能怪我呀，要怪就得怪表妹，是她先救了皇兄，又救了姑祖母。我实在是想看一下表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所以才前去平阳县的。阿冉，你来说一下吧，那后山那么厉害，你为什么敢独身前往？难道你潜意识当中想要救你祖母？皇上，阿冉为什么敢独身前往？因为他是我的徒弟啊。众人回头一看，马上都鞠躬施礼，参见国师。参见皇上。国师啊，你刚才所言何意啊？皇上，林晋然是我的徒弟，在他几岁的时候就拜我为师了。如果不是如此啊，他怎么能在林家那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皇上对林晋然更加刮目相看了，他这个侄女儿了不起呀。国师啊，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男徒弟，怎么就变成女孩子了？皇上，这小子是我的大徒弟，阿冉是我的小徒弟，我一生啊只收了2个弟子，都在这里了，让他们以后多为皇上效力吧。国师啊，你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想……皇上，我老头子本来就是方外之人，不应该在这红尘中挣扎。既然我这2个徒弟都到了皇上的面前，我就应该抽身离去了，不然会被别人说有结党营私之嫌呢。国师，宣国怎么能没有你呢？你可不能离开呀。皇上，我是方外之人，也是修行之人，不过如果宣国有难，不管多远我都会回来的啊。只是我这2个弟子尤其是阿冉，这在林家受了太多的苦，所以还请皇上照顾一二。国师，你放心吧，他们都是好孩子，我是不会亏待的。只是你永远是我们宣国的国师，国师府我也一直会为你留着的。皇上，真的不用了，我走以后你把国师府撤下吧，这府里的人都让阿冉带走，等我老了，我会让阿冉给我养老送终的。师父，你总是这样，我一来你就走，你走了，阿燕欺负我怎么办？他敢，他要是敢欺负你，我打断他的腿。对了，还有长公主给你撑腰呢。师父放心，我们家阿冉当家。魏燕里的话让一众大臣都熄灭了要给他塞女人的想法。阿冉、阿燕，你们2个不能耽误功课啊，我会不定期回来考教的。皇上，林家众人可否等到成儿回来再处置？好，那就等表弟回来再说。只是姑母什么时候接表弟回来呀？这么长时间都等了，不差这一会儿，我回去跟阿冉商量一下。那行，本届进士都放假1月，1月后回京安排。娘，我们回来了，我们都回来了。好好好。爹娘，这是宣浩辰，当今的陈王，这是宣心妍，当今的七公主。表哥表姐，他们是我的爹娘。林晋然的话刚落，屋里就有人要下跪。这是在外面，我们都是亲戚，不要计较那些虚礼了。爹娘，这位是长公主身边的碧柳姑姑，祖母本来是想要亲自过来接爹娘的，但是她的身体不好，被我们给劝住了。见过世子，世子夫人。这一声称呼把林大海和赵秀兰吓了一跳。碧柳姑姑，在乡下不要这样称呼，就叫少爷少夫人吧。是啊，小小姐。表哥表姐，这是我的弟弟阿季，
大名林心计。双方见礼过后，爹，咱们爷俩单独谈谈怎么样？行，我要看看我家宝贝闺女要如何开导她爹。爹，京城的事我都写在信上跟你说过了，如果入京，我不放心的其实还是你，我怕你被京城的繁华迷了眼，做出对不起我娘的事情。哎呦，阿然，你的心里都想的什么呀？我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爹，京城的繁华你无法想象，但京城的坏人也是多如牛毛。我就明说吧，我不想自己多出一个庶母，也不想多出几个庶弟庶妹。和阿然是不是还没有同房啊？这到底是你不行，还是阿然不愿意呀？本来当我知道长公主是我祖母时，我是不打算认亲的，我怕我们的幸福生活会被打破。但是长公主为了我，在国子监成立了女子班级，我才渐渐地接受了她。我和她经过好多次的谈心，最后才决定认亲的。如果你不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有了富贵就想要更多的美人儿，我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是情投意合的伴侣。我如果想再要孩子，可以和你娘再要，是不会找别的女人的。爹，我很想要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但是只能是异母同胞的。爹，不会娘现在已经有身子了吧？啊，已经2个多月了，谁也没有告诉我，想着3个月后再说。林建然一听这个，也不跟他爹谈心了。哎，阿言，你和阿然是不是还没有同房啊？这到底是你不行，还是阿然不愿意呀？娘，之前我是觉得阿然还小，也是我忙着科举，不想那么早要孩子。现在阿然认亲了，长公主说让我们再成一次亲。之前确实是委屈了阿然，但是这也不影响你们同房啊。娘呀，你看问题要长远一些。你想，我要是早早与阿然同房，要是从此以后不想读书怎么办？所以之前儿子那样做是最好的，而且后来长公主知道后也觉得我做的对，不然以长公主家的权势，没准都让我们2个和离。啊，长公主很难相处吗？娘，我跟你说呀，那长公主是皇上的姑母，是一般人都要仰望的存在。人家现在能对你儿子平等相待，说明看在阿染的面子上。你不要以为人家是村子里那些个八姑六婆一样的人物，人家即使看不上咱也是正常的。更何况阿染还是咱们家冲喜的新娘，所以娘，你可不能对阿染有意见，不然产生了隔阂就晚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那长公主就是长在天上的人物，我们只是在地下的泥腿子。阿染，嫁给我好不好？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选择我文言里的。爹娘、大哥大嫂、小弟小妹，在外公那里我只顾着我娘了，没有怎么招呼大家，还希望大家不要怪我。阿染，说什么外道话？我们都是一家人，怎么会怪你？就你会说，你都把我的话都给说了。爹娘，你们过段时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进京？我们还是不去了，京城开销太大了。娘，小弟和小妹也都长大了，在京城机会多一些，小弟可以考进国子监，小妹也可以读书考国子监女子班的。大哥和大嫂很快就会有孩子了吧，到时候孩子也可以接受更好的启蒙。唉，京城哪儿那么容易混呐？到处都是大官。爹，看来你还不知道长公主是谁，那是皇上的姑母，只要咱们不犯法，咱们怎么都有理，到了哪儿都不会有人欺负。而且看到陈王和七公主的态度了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阿染是陈王的救命恩人。当然我这样说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是吃软饭的，但这软饭也挺好吃的呀。这是要软饭硬吃啊？哼，你要是对我不好，别说软饭硬饭，家生饭都不让你吃。只要是你的饭什么都行，我不挑的。好，那就进京。不过到了京城不能事事都依赖阿染，咱们也要自力更生，把阿染当成后台就好了。这一般情况下不要拿出来，让别人摸不透咱们有什么后台才好。冉冉，你都多长时间没进深山了？那些我需要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呀？空空，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这里，等过了这2天，
咱们天天进深山，如何？好，一言为定，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而归的。温夜里不知道从哪儿找出来一束红玫瑰。安然，嫁给我好不好？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选择我温言里的。温夜里从哪儿学会的这些东西啊？难道是看了我空间里的那些画本？安然，你或许觉得我们已经成了亲，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那个成亲我们连个形式都没有，没有拜堂，没有喝合卺酒，没有结发，那样太委屈你了。温言里的话怪让人感动的。安然，我听空空说过，你去过的那个异界成亲之前是要先求婚的，所以我想给你个惊喜，我不想让你觉得在这里委屈了自己。虽然你不能穿那个什么白色的婚纱，但我会为你披上红色的嫁衣。我要受不了了。安然，你愿不愿意接受我？我愿意。他说完，温夜里起身抱住他。阿燕，这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憔悴啊？不会是因为昨天求婚，后来后悔了，在这懊恼了一个晚上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前世的自己，也梦到了我的死亡。这世界怎么了？怎么有这么多的 bug 呀？不过这样也好，如果他后悔了，分开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温夜里听到他的心声，心中闪过触电般的疼痛。你梦到了什么呀？是不是后悔与我成亲？如果是那样也没有关系，我可以离开你。没有后悔，只是后悔在梦中所做的一切。你曾经说过，你只要今生，所以前世就当成一场梦。安然，我不会让梦中的一切重演。如果想要重演，我宁可做个人人憎恨的奸臣，也要反抗到底。啊，果然是反派，前世今生都是一样的不受人威胁。明智，你能考上进士，是祖宗的保佑。赵家族长此言差矣，我赵明志虽然与你同姓，但我们可不在一个祠堂。哎，明智啊，咱们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血脉，嘿，再怎么闹别扭也是自家的事。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至见则无敌呀。赵族长，因为我们都是有礼貌的孩子，不像您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来，吐出去的唾沫也不是一个钉。明智，你让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是不是对我有些不敬啊？阿冉是我外孙女，在我没有儿子的情况下，阿冉就是我的孙女，以后要为我养老送终。她是我的家人，不是你口中的外人。对，我们都是一家人，是打断骨头都连着筋的血脉亲人，所以之前出祖不出族的话都不能当真的，还是按照我祖父的意思开祠堂祭祖吧。啊，人至见则无敌，难道还会遗传啊？好好的孩子被你爷爷养成了一个歪脖子树，成不了才，只能当柴呀。明智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我虽然不是良才美玉，但好歹也是村里的一枝花，你如此言语有失公允啊。赵大花，那以你的意思，我外公该怎么办呢？温夜里是我的未婚夫，现在你应该把他还给我，我就不再计较你之前的夺夫之恨了。赵大花，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不是那块料，还夺夫之恨，你不退婚他能便宜了我吗？哎呦，现在后悔了，可是他已经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了。我高攀不起，你就能吗？赵大花，你好好看看我，再好好的想想我的身份。我外公是2甲进士，我爹现在是秀才，我弟弟也是秀才，而我是国子监女子班的第1名。你说，
如果我配不上他温艳丽，还有别人能配得起吗？啊，我还有隐藏身份呢，只是不能说而已。不过就现在这样的身份，都是你拍马所不能及的。早知道温艳丽可以醒来，可以考上状元，我说什么也不会退婚的。现在真是鸡飞蛋打，看不上的人青云直上，看上的人不知去向。当时为什么我就对貌若天仙一般的温艳丽死活都看不上呢？如果我以平妻的身份嫁给温艳丽呢？或者妾也行啊。林静然，你说这男人吧，都是三妻四妾的，温艳丽以后肯定也不例外。所以与其便宜了别人，不如便宜自家人，你说怎么样啊？我的天哪，这赵大华还真敢想啊！不能做妻就想要做妾了，真他母亲的不要脸呀！我的男人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死活都是我一个人的。艳丽哥哥，你真的不能再要我了吗？赵大花，你怎如此不知廉耻？你们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我的名字不要出现在你那恶心的口中，我不想回去后浪费宝贵的水源清洗全身。天啊，温状元不说话的时候，我以为他很高冷，没想到他说话的时候也这么接地气啊。是呀是呀，不过他说的赵大花好解气呀，回去还要洗澡，这是多讨厌他呀！明智，我们是一家人，应该在一个祠堂祭祖。曾经的我你们看不起，欺骗了我几10年，那么现在的我，你们是高攀不起。贾重，送客。我温家不是本地人，过段时间我可能会搬到京城。村长，虽然我们不是本地人，但温家在上河村待了20年，对这里也有了感情。我们不会做那种吃水忘了挖井人的事儿，所以我温家决定给咱们村子建一个学堂，并且成立一个基金会，对科举路上的孩子进行奖赏。温状元，没想到你的胸怀如此宽广，竟然能想到做出这样的事儿。不过这可真是一个好事儿啊。大人没有赞了，学生也是有私心的。我们上河村的学堂时间过于久远，方位学失修，如果一到大雨大雪天会有危险。学生在村里生活了快要20年，对村里也是有感情的，所以才会想到为村里重建学堂。不过我温家只负责出钱，其他的还要村长费心了。阿燕就是聪明，他应该知道朝廷不定期会有正评的吧？能在中上状元之后为家乡盖个学堂，在考评中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村长，各位老人家，我温家早有心为村里做些事情，但是之前没有名目，贸然出资，恐有人心生嫉妒。阿燕，你说的对，人心都是隔着肚皮的，现在做这件事儿正好。谢谢大家的谅解，我即使人不在村里，心也在此地。这有500两银子，除了盖学堂，剩下的钱可以买地，地契要写村中学堂用地，用地养学堂方能长久。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镇长。离1个月的期限还有10天的时候，两家人终于启程。长公主，长公主，世子他们回来了。祖母，我们回来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父母呢？他们马上到，马上到。一行人来到了长公主府的院子，等到了长公主面前，陈王七公主施完礼后退到两旁，露出了站在后面的林大海和赵秀兰。长公主看向他们，陈王说他们是表叔和表婶。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长公主会抱住林大海哭的时候，却看到长公主竟然走到了赵秀兰的面前。孩子，你怎么如此面善？你不会是阿金的孩子吧？管家，去把赵修文和他的祖母请过来。长公主，我有父亲的。爹，你过来同长公主说一下。没有想到赵明志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众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真的不是你的女儿？
阿珍，我们两个就是心有灵犀。我听说世子回来了，就想着过来看看，没有想到你让人来请我。阿金，你快过来，你看看他是不是轩儿？刚进门的老太太听到长公主的话，愣在了原地。孩子，你是轩儿，你是我的轩儿，对不对？老人家，我叫赵秀兰，不是你口中的轩儿。这位夫人呢？你的女儿身上可有什么印记啊？众人都不解地看向赵明志。这位夫人呢？兰儿是我的女儿，她永远都是。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真的不是你的女儿？我女儿身上后腰位置有一块心形的红色胎记，她被抱走时襁褓是我亲自绣的花纹，但是那些谁也不敢保证还在不在。林大海点点头。孩子，你介不介意让我看一看？赵秀兰看向赵明志，赵明志点点头。他再难过也不能阻止他和亲生父母相认。哎呀，如果证明我娘是别人的孩子，那我外公得多寂寞呀！好像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外公不会科考，也不会来到京城，就不会失去女儿的。外公，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外公，我都养着你。安然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小虎子，你也是京城人吗？你怎么来了长公主府啊？安然姐姐，这是我哥哥赵修文，我是赵修虎。刚才进门的老太太是我的祖母。这个世界也太小了吧！如果我娘是那个老太太的女儿，那这两个人就是我的表哥和表弟呀，比陈王的关系还近的亲戚呢。阿冉的亲人怎么来头这么大？我有些招架不住了。我们还能顺利大婚吗？阿冉的亲人怎么来头这么大？我有些招架不住了。我们还能顺利大婚吗？在上次做的那个梦里，刚才那个老太太是吏部左侍郎的夫人，是我惹不起的存在。小虎子，那你之前在府城干什么呀？和我哥一样，找我姑姑呗。你不知道，我姑姑都丢了30多年了，我祖母都思念成疾了，所以我们哥几个都放下手头的事儿，都四处寻找了。这说不清的缘分呀！长公主、唐秀晶、赵秀兰三人从屋里走了出来，除了赵秀兰，另外2人是一脸的笑意。爹，这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是你的女儿？明明我与娘亲长得这么像的。兰儿与我娘子长得有8分像，所以在村里啊，谁都没有怀疑过兰儿不是我的孩子。赵夫人呐，我娘子如果活到现在，与你有9分相似呀。你夫人叫什么名字？唐秀莹。你再说一遍。她娘子叫唐秀莹，是你的妹妹。妹夫，你告诉我，我妹妹为什么不回家？她又是怎么去世的？我认识她的时候啊，她不叫唐秀莹。我不知道他之前经历了什么。我是在青楼见到的他，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灌了绝子汤。什么？我在府城乡试失利，心灰意冷，在经过青楼时，看到了里面绝望的他，于是我用全部身家带他回去了。他不想见村里人，我就在镇上租了个小院子，在那儿生活了3年。在那3年内啊，我们彼此心意相通，他也逐渐走出了以往的阴影。后来啊，他终于想通了，要跟我回村。在回村的路上遇到了秀兰。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我妹妹为什么早早就离世？她在青楼被打得流下了暗伤，无药可医。
在兰儿10岁那年离去了。本来是母子的认亲会，变成了母女的认亲会，再后来变成了姐姐与妹夫的认亲会，现在就是出现有人来认温艳里，我都不会觉得奇怪了。我也觉得会有人来认我们，因为我知道我的祖父母也在京城。为了冲淡大家的愁容，林建然把林心计叫了过来。祖母，这是阿季，今年新出炉的小秀才。阿珍，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定下的娃娃亲，2个孩子在遥远的地方真的成了亲，而且还生了2个这么优秀的孩子。是啊，上天还是厚待我们的。祖母，外婆，我还以为你一直都不想认我。哈静，你知足吧，阿然认识我好几个月才叫的祖母，你现在第1天相认就叫了，还想怎么样？阿季，你也不想认我吗？祖母，外婆。时隔30多年，亲人才得以团聚。林建然把温艳里叫过来，又把温家众人叫了过来，双方正式认亲见礼，场面一时非常热闹。姐，你什么时候回咱们家？我跟你说，咱们家只有男孩，你要是过去的话，肯定非常受宠。不行，这是我姐，她在我们家也受宠。你是小孩子，比你姐还要受宠。放心吧，以后有哥哥宠着你，谁都不能欺负你。大哥好，我是林心计，以后我会赖着你的。弟弟放心吧，我是你五哥，我上面还有3个哥哥，到时候都宠着你。那可不行，把他给宠坏了怎么办？放心吧，主要是现在他最小，要是再来一个小的，那就更好了。会的，过不了几个月就会有的。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娘亲又有身子啦，现在已经3个月了。阿文，一会儿回家把那些有用的都拿过来。表哥，不用的，你不知道我师父是谁吗？我好东西多的是呢，足够我娘用了。家里那些留着应急啊。另外，一会儿我再给外婆拿点调理身体的东西。祖母，表妹是国师的徒弟，国师在离京的时候把东西都给了阿染，说以后老了让阿染给他养老送终。温艳里见众人都在说这个事儿，他冲着他娘使了个眼色。他娘现在也是很忐忑，这阿染家的门第有点太高了，他家即使是老顽固们找上来也是攀不上的呀。长公主，阿染和阿燕之前成亲过于仓促，在秋闱之前，阿燕说春闱之后要和阿染大婚，长公主看着什么日子合适啊？亲家，你放心，明天我带着他们进宫，看看皇上是什么意思。那就多谢长公主了。姑母啊，这次表弟回来，你是不是又想着住到将军府了？皇上，我今天来呢，正有一事相求。姑母有事请讲，何来相求一说？皇上，季童已去多年，以前成儿没有回来，叫将军府也可以，可现在成儿回来了，而且还是30多岁才中了秀才，所以实在不适合再住将军府，还请皇上把将军府的牌匾收回去。姑母，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